注意看，这个女孩正在粮食铺里躺在摇椅上用手机刷视频的时候，突然被天里坠落的陨石砸中，穿开到你什么年代？娘，秀禾快不行了，您就送她去医院生吧。老二家的你怎么说话的？老三家的都第3胎了，哪有那么矫情？我生丽晶的时候都生了3天，老三家的才第1天，着什么急？老大家的，去把老大叫醒，送。赵老头的话还没说完，赵广叔听到自家媳妇不行，直接一脚踹开大门。老三，你可回来，快带着你媳妇去医院，都生1天了，还没有生下来。二嫂，麻烦你帮我把木推车推到门口。好。老三，你才……赵婆子看着儿子回来都没有和自己说话，有些心虚的开口。没等母亲说完话，赵广叔就推着自家媳妇离开。你说说，老三肯定是听到了。我怎么了？又不是我让老三媳妇生不下来呢。这次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等老三回来还有的闹。赵悠悠出生后，她这一昏睡就过了3年，再次醒来，耳边是一个男孩的哭声，男孩被另一个男孩压着。让你欺负我妹妹，打死你！地上的男孩被打得嗷嗷直叫，没有一点还手的能力。嚎叫声引来了一个老婆子，看到院子里打架的两个孙子，拿起扫把就往打人的小孩打招呼，被男孩利索的躲过去，扫把直接落在了地上的男孩身上。哎呦，奶，你怎么打我啊？丽晶，我的乖孙，有没有事？给奶看看。悠悠，头还疼不疼？小哥给你呼呼。呜呜，好疼。悠悠，你会说话了。赵悠悠捂着脑袋蹲下，脑子里在回放这3年的记忆。原来上一次醒来，自己是在他娘的肚子里。他娘本来怀的是双胞胎，同胞姐姐还没出生就已经断气了。而赵悠悠被医生诊断说是待在他娘肚子里太久，脑子缺氧，也傻了3年。悠悠，你怎么了？要不小哥再去打赵丽晶一顿给你出气。小哥，我头疼，我带你去高大夫家看看。小五，悠悠怎么了？陈秀和着急忙慌的从地里赶回来，看到小儿子背着小女儿问道：悠悠被赵丽晶推倒，磕到头了。丽五，把咱们家门关好，免得什么阿猫阿狗混进去。药酒拿回去，1天3次，擦完就好了，3毛钱。谢谢高大夫。悠悠，我是谁？阿娘。再叫一遍。娘。哎，我们家悠悠会说话了，真好。等母女俩回到家，陈秀和抄起锄头就往大房2口子的屋门喊道：刘招娣，你要躲着，我就把你的屋子砸了，出来！你个丧门星，砸什么砸？给老娘放下！娘，你躲远点，等会不小心砸到你，又是一笔医疗费。你个丧良心的，敢诅咒你婆婆！刘招娣，再不出来，我让我家丽武天天打你的宝贝儿子。刘招娣听到自己的儿子要被打，不甘心的走了出来。你想做什么？想做什么？你儿子害我女儿磕到了，赔钱3块。你抢钱啊？高大夫那里看最多要3毛钱。磕到脑袋不要营养费吗？要吃1个月鸡蛋补回来。一个丫头片子哪里有这么金贵？最多赔你5毛钱。刘招娣心里算着账，一个鸡蛋3分钱，30个鸡蛋才9毛钱。陈秀和要3块钱，相当于100个鸡蛋了。老大媳妇，给你弟妹5毛钱，再给30个鸡蛋。老头子，你别说了，赶紧赔完，做饭去。想到2年后的饥荒，赵悠悠不由得瑟瑟发抖，心里不断的咒骂该死的陨石。想到小姨的粮食铺就发现自己看到了粮食铺。难道是穿越符力？这个粮铺可能就是我的金手指。赵悠悠试着把柜台上自己买的巧克力拿出来，没想到真的可以，把巧克力放回空间。赵悠悠摸了摸桌子上的一篮子鸡蛋，心中默念进去，篮子真的消失在她面前。查看空间后，发现篮子好好的放在空地上，又把篮子移出来。看来我的金手指就是这个空间啦。丽文，明天学校休息吗？明天不去，怎么了？那你晚上写信给你爹，告诉他悠悠好了。明天我们娘4个上县城去，你可以想好要买什么，娘可以给你买一样。要去医院吗？先去医院，然后去邮局寄信取钱，最后再去供销社。我晚上回来就写。娘，我想吃桃酥。可以，你们仨都能买一样。那我想吃糖。赵悠悠看到他娘视线看向他，也胡乱说出一样。他不清楚这个年代有什么零食，只能说自己想吃糖。好好好，给我们悠悠买糖吃。睡吧，丽武下午带着妹妹，不要去河边和山上。知道了，娘。等赵悠悠再次醒来的时候，炕上只有她一个人。悠悠，你醒了。赵丽武满身是汗的走了进来，看到坐在床上的妹妹，伸手托着她的脚到床边，然后抱着她下床。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悠悠，妹妹不会又傻了吧？小哥，你去哪了？我去打了赵丽金一顿给你出气。赵悠悠看着他这小哥有些傻，但不妨碍他告状。那个狗崽子经常抢我的吃的。什么？抢了多少次？不记得了，反正很多次。可恶，我要打他1个月。小哥，走，我们去玩。行，小哥带你出去玩。兄妹俩走在路上，就碰到有人叫了赵丽武。令武，去山脚下找蛐蛐儿不？去。你怎么带着妹妹一起来了？悠悠整天待在家里，我带她出来透透气。悠悠，这是你铁柱哥。铁柱哥？你是赵悠悠，那个傻，赵丽武的妹妹。我是你铁蛋哥，叫我一声铁蛋哥。真的不傻了，大新闻。令武，我有事就不去抓蛐蛐儿了。悠悠看着赵铁蛋一溜烟没影，知道接下来几天他就是整个村子的话题点。晚饭过后，赵老头的声音在院子里响起：“老三家的，对，什么事？听说悠悠好了，让他出来给我见见。”悠悠，出来见见你爷爷。陈秀禾也没有拒绝。公爹虽然更喜欢男孙，但也没有婆婆那样不把孙女当回事。爷爷，好。我穿越到50年代的一个3岁傻女娃身上后，变聪明了。这是当时的那个小女娃吗？是的，您给看看，昨天突然就好了。我看看。赵悠悠配合着医生的检查，最后得出结论，她是正常的小孩。走，咱们去邮局，给你爹寄信去。他知道悠悠好了，肯定很高兴。4人去到邮局寄信取钱，接着来到供销社。赵丽武得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桃酥，赵悠悠得到了一包大白兔奶糖，赵丽文什么都没有要，想去废品站淘时钟。咱们先去国营饭店吃一顿好的。对，我都好久没吃过红烧肉了，娘，我想吃红烧肉。那先去吃饭。吃完饭后，4人来到了废品站后，赵丽文兄弟各自翻找喜欢的东西。小哥，这个木头真香。陈管事说这是楠木，以前味道不是很重，放在这里时间久了，味道越来越浓。果然是楠木，这要是放到21世纪，能拍出不少钱呢。小哥，你去帮大哥吧。那你别乱翻，一会弄到手就不好了。悠悠小心翼翼的接着继续翻找时钟，突然在一个角落发现一个残旧有些凹陷的时钟。大哥，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悠悠你真厉害，一下就被你找到了。路过村里大树的老娘们堆，又称八卦聚集地，被眼尖的李寡妇看到。广叔家的，这是打哪回来啊？去县城给我家悠悠看医生。你家悠悠真的好了？好了，医生都说好了。来，悠悠，这是你七奶奶。七奶奶好。安好。第二天，赵悠悠跟着赵丽武出门，两人来到山脚下，就看见了有3只兔子在草丛里，像是被什么捆住跑不了。妹妹，你看那里有3只兔子。小哥，那咱们怎么拿回去啊？按理说，山上的物资都是属于村里面的，如果只是1只的话，没有人追究。现在有3只就不一定了。小哥，咱们捡柴火吧，把兔子塞进去，用柴火遮住，怎么样？不过，小哥你搬得动吗？我可以。就这样，为了不被发现，俩人把柴火越堆越多。赵悠悠看着眼前的一大捆柴，咽了咽口水，看向他小哥：“我抱得起来，走，咱们回家。”很快，走兄妹俩在山下的路口碰上了下学的大哥。小五，你怎么带悠悠上山了？还捡这么多柴火，看累不死你。大哥，里面有好东西，3只兔子。先回家。陈秀禾正准备出去找自家孩子，就发现3人回来了。怎么捡这么多柴？小五，娘不是说过1次不能捡这么多？娘，进去说。这是你们打的？我和悠悠在草丛里发现的。你带妹妹上山了？没上山，我和悠悠刚到山脚下不远处看见的。看在你们带回3只兔子的份上，就不罚你了。以后不许上山，山上有野猪。知道了，娘。赵悠悠再次醒来，果然又是下午4点。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赵来弟的声音：“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家没有人，咱们开始吧。”走，去把鸡绑到山上去。赵悠悠听到后，想着这2姐妹胆子可真大，
粮食不够，赵婆子一个人养了3只鸡。赵悠悠听他外婆说过，农村一家最多养5只，在城市1只鸡也不允许养。不过粮食不够吃，村里一般是一家养2只或者3只。看你跑，等会就把你吃掉。你要吃掉什么？赵婆子没想到，刚到家门口就听到大孙女要吃自己养的鸡，瞬间暴怒，操起扫把就往赵来弟身上招，直接把赵来弟打趴在地上。就这样，院子里都是赵来弟的嚎叫声和赵婆子的辱骂声，持续了10来分钟。被赶回家的刘招娣拦下：“再打下去，这丫头明天就起不来了，到时候躺在床上浪费粮食，还不能赚工分。”再一次庆幸没有投胎到刘招娣的肚子里，这可真是亲娘啊！好吃懒做的赔钱货，赶快给我去把院子打扫干净。听到开锁的声音，赵悠悠赶紧走到门边，等他小哥进来后，就拉着他小哥把刚才自己看到的一出好戏说给对方听。那2姐妹胆子可真大，居然敢偷奶的鸡。赵南帝不知道去哪里了，他在割猪草呢，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了。阿奶打赵来帝的时候，他都不会跑，赵南帝跑了。赵南帝的心思比他姐深。小哥怎么知道的？看着一脸疑惑的妹妹，赵立武接着说道：“大哥和我说的，让我离赵南帝远一些。”嗨，原来是大哥说的，我还以为小哥变聪明了。傍晚，赵立文早早就回到家，看来肉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诱惑。娘，这个钟已经修好了，买块电池放上去就能走，1块电池能用很久的。供销社能买到电池吗？老师说了，电池在市里可能有。要不叫你爹寄1对回来？我年初的时候已经写信给爹过了。哇，等一会就可以吃了。看着3个孩子一脸渴望的表情，陈秀和让小儿子加大火力，2斤多的兔子肉炒干后，盛出1小半放在搪瓷盆里，留到明天吃。小五，把这碗端过去给你爷爷吃。好的，娘。爷，这是我娘让我端来的兔子肉。我去叫广博和丽晶过来一起吃。别去，你忘记了上次老三媳妇送的鱼？可是这么好的肉，这么好的肉是老三媳妇给我们送的，老了就不能吃口好的吗？这几年赵老头也想明白了，老大一辈子就是种地的命，老二在市钢铁厂沿街养老都没有落下，老三也一样，老四相当于入赘丈人家，但是该孝敬的一点都没有少。你看丽金现在的样子，再看看老大，现在我们还能上工，等我们干不动了，是下面的3个儿子养老，还是老大养老？当然是。赵婆子看着丈夫分家后，她也知道老大一家靠不住，吃吧，再不吃就凉了。悠悠，娘说了不能上山，那我们还能去哪里？我们去抓蚯蚓。不要，我不喜欢蚯蚓。哼！赵悠悠对软体动物天生就不喜欢，就算是家里的鸡吃了蚯蚓下蛋会勤快，也不喜欢。那还能去哪里呢？小哥，咱们去河边吧，去大家洗衣服的那一片浅滩。这个可以，走吧。兄妹俩穿过半个村子，走到浅滩处，发现赵来弟也在里面。不出意外，收获了一记刀眼。赵悠悠也不甘示弱地回瞪他。赵来弟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孙子，在赵来弟心里，赵家他是最容易被欺负的，所以只敢给他刀眼。悠悠，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知道吗？小哥，我知道的，就坐在这里玩水。好的。正准备脱鞋子下水，悠悠就发现面前有小鱼游过。小哥，快来看，有小鱼儿。退后一点，让我来。好的。还没等赵悠悠看清楚，赵立武已经把小鱼抓到了。哇，小哥厉害！晚上又可以让娘做红烧鱼给我们吃了。小哥，我们回家吧。哦，等我把鱼装进鱼篓里就回去。兄妹俩回到家后，陈秀和也正好下工回到家。你们去潜水滩了？我就在潜水滩玩了一下沙子，没有下水。等你大哥放假了，让他带你学游泳。让我做什么？赵立文刚回到家，就听到他娘说的话。等你放假的时候，教弟弟妹妹学游泳。悠悠，在你学会游泳之前，不能去河边了。知道了，我不去。大哥，你什么时候放假啊？对啊，大哥，我也想学。还有半个月就放假，到时候一起教。要是这段时间被我发现你们自己偷偷的去河边玩，我就不教你们了。不会去的，你放心。我会看着妹妹的。如此眼馋游泳了半个月，
赵丽文终于放假了。一大早，赵悠悠吃过早餐后，就磨着赵丽文出门。不行，等太阳出来，把水晒热一些。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大哥，我很无聊吗？要不大哥叫你识字吧？我要认字。小五，你也一起。再过2个月你就要上小学了。我不要，我要去到学校里学。赵丽武听到要学习，立马跳脚。是吗？那我教悠悠认字吧。到时候你一个当哥哥的，还不如妹妹识字多，羞不羞？赵悠悠看着大哥，这是9岁，不对，月初的时候满10岁的小屁还能说出来的吗？大哥平时表现得很成熟，不会也是穿越的吧？我得找个机会验证验证。到时候悠悠识字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给悠悠当哥哥。我也学。赵丽武不想让妹妹看不起自己。与此同时，被赵悠悠念叨的赵广书现在正躺在急救室里，性命垂危。经过了一整天的抢救，医生才把赵广书从鬼门关拉回来。医生，赵颖怎么样了？腿算是保住了，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谢天谢地。学完认字后，3兄妹一起来到了河边。咱们今天就学习憋气和在水上浮起来。赵丽文化身教练，开始介绍今天的课程。赵悠悠深吸一口气，沉入水下，眼睛闭得紧紧，受不了才站起来。小哥也太久了吧？小五憋了156秒，悠悠66秒。小五今天要练习憋气到200秒，悠悠就到100秒吧。丽文、丽武、悠悠。赵南帝看到赵悠悠兄妹3人，上前打招呼道：“你有事？丽文，你能不能也教我游泳啊？你明明已经会游泳了。我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就是自己瞎扑腾的。”赵南帝没有想到自己会游泳的事情被别人知道。我不喜欢你，你走。赵南帝听到赵悠悠的拒绝，眼神立马从期许变成刀子射向赵悠悠。你想做什么？快走开，不然我让小五去打你弟弟。赵丽文挡在妹妹面前，警告道。赵南帝没有办法，只能乖乖走了。悠悠，以后不要和赵南帝玩。知道，他以前也欺负我，我才不会和他玩。乖了。看着白白嫩嫩的妹妹，赵丽文上手扯了扯她的脸。哼，不要扯我的脸，要是以后成大饼脸了怎么办？你个小丫头，现在就知道开始臭美了呀。与此同时，赵广书在医院养了几天，才收到最近的家书，知道小女儿好了，人也不傻了，心里既高兴又激动，想要立刻回家看看小女儿。赵营长，你的腿至少要休养3个月的时间。谢谢医生。医生，老赵什么时候可以出院？3天之后就可以出院，你也该换药，跟我来。等他们走后，赵广书的领导也过来看望。首长好。小赵啊，这次你也立大功了，组织上考虑到你要休息养伤，我给你推荐到军校学习学习，怎么样？感谢组织栽培。好好养伤，现在是学校放假时间，你可以先回家看看媳妇儿和孩子们，再去军校报道。好。这边陈秀和刚来到村口，就碰见翠花婶子，他们俩是一个村嫁过来的，就是隔壁光明村。呀，这不是秀禾吗？真羡慕你家的3个牛犊子，一个个胖的，悠悠就特别胖。悠悠哪里胖了？他2个哥哥随随便便就能背起他。悠悠那还叫不胖？村里最胖的娃娃就是你家悠悠了，你也太娇惯他了，什么好吃的都给悠悠。丽文、丽武兄弟俩就没有意见，给悠悠吃什么都是我们家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婶子你操心。2人齐齐回头，发现赵广书2只手撑着拐杖站着，身边有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背着行李。嗨，他爹，你怎么了？秀禾，我没事，就回来休养一段时间。这是我的战友吴秀婷。嫂子好。吴同志，谢谢你送广书回来，走上家去。你回来了，你的脚怎么了？疼不疼？没事，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你大哥和悠悠呢？爹，你回来了。哎，悠悠呢？话音一落，大儿子的身后出现一个小萝卜头。赵广书看到小女儿眼里的疑惑，确定小女儿是真的好了，这样灵动的眼神骗不了人。悠悠，这是爹，来叫一声爹。爹。哎，宫廷玉液酒，180一杯。你也是被陨石砸到的？老三，你的脚怎么了？没事，受了点小伤，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爹娘，这次回来后，我先不回部队，组织上安排我去军校学习。这样也好。这天，赵丽文带着妹妹去割猪草。就这里吧，悠悠不要乱跑。
就在这时，赵丽文突然出声：“宫廷玉液酒，180一杯。你也是被陨石砸到的？2023年1月1日，你也是那天被砸的？对，你是前段时间来的。应该不是，我应该是出生那天就来了。赵年年是被我顶出去的，等我能呼吸到氧气的时候就昏睡过去了，醒来就是前段时间。那你还挺倒霉的，我也是出生那天来的。你怎么比我早7年来到这里？不知道，可能是时空流速的问题，我先被砸的，你后被砸的，相差几分钟，可能就相差几年。赵丽文也不知道，她也是一脸懵的穿越到了1946年。就这样，兄妹俩交换了一下信息。原来赵丽文的职业是程序员，程序 bug 太多，打算在野外露营放松心情，被砸醒。不过房车跟着一起来。你也太幸运了，金手指居然是良铺。那你愿意好好活在21世纪，还是带着良铺在这里呢？这里应该是我们那个世界的平行世界，大部分的历史都对得上。赵悠悠给赵丽文当了一回历史老师，科普了华国1900年到2000年的100年近代史。本来我还在担心3年的饥荒要怎么度过呢，妹妹，哥哥就全靠你了。我不知道怎么样拿出来。赵悠悠苦恼道，原本他的良铺是不打算让任何人知道，没想到被一杯宫廷玉液酒爆了，这该死的反射弧。咱们是穿越的，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辈子就我们2人知道就好了。如果你想进实验室的话。那要是你以后的老婆呢？老婆可以再娶的，妹妹可是一辈子的。大哥真好，嘿嘿。咱们要真正的当小孩，融入这个年代。万一被陨石砸到的人不止我们俩怎么办？我想多打点野物。你这个小身板能打什么猎物？不是还有你吗？大哥，你不想吃肉吗？到时候带着小五一起吧。赵悠悠目的达成，开心的挥舞着小锄头，挖着挖着。这是什么？木薯还是葛根？应该是葛根。这时候的赵丽武刚好来到这里找他们。小哥，我们挖到葛根，你看。真的有啊？怎么拿回去呢？先装在背篓里。好主意。小五你来背，我在后面帮你扶着。不用了，大哥，我一个人可以的。小哥，你现在能搬多重的东西？不知道，我觉得我可以背2个背篓。家里，赵广叔在做复健，他的脚好的差不多，再过1周就能丢掉拐杖慢慢走。悠悠，你们这是去了哪里？爹，我们发现了好东西，去厨房说。进到厨房就发现被倒在地上的葛根，以为他们上深山，紧张地问道：“去哪里找到的？”赵广叔听到大儿子说的位置后，才放心下来。葛根是野猪喜欢吃的食物。爹，我们不会自己上山的。那就好。自从上次拒绝赵南帝一起玩之后，赵南帝每次单独看到赵悠悠，都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赵悠悠现在的小身板打不过赵南帝，也不想赌赵南帝会不会真的打他，只能选择逃。刚到村口的赵丽文看到妹妹跑，问道：“悠悠，怎么了？”我遇上赵南帝了。要不我让赵丽金时不时的去警告他姐姐。不用，他应该不敢。那你注意一些。悠悠，昨晚上你不是说要上山采菌子吗？你娘他们准备出发了。要不让悠悠继续睡吧，我和小文、小五一起去就行了。不，我要去的。吃过早饭，陈秀和带着兄妹3人往山里走去，一人背着一个背篓。路上遇到同样赶早去采谷子的人。广叔家的，怎么把悠悠也带上了？悠悠想去，就带着了。你家春花没一起来？一会就来，我先走了。到了山上后，陈秀和把小女儿绑在树杈上，嘱咐大儿子：“小文，看好你妹妹，别让她掉下来了。”我会看好悠悠的。不一会，小五背了好几筐采摘的香菇回来。赵丽文往空间里搬运香菇，赵悠悠无奈地抱着树干在上面望风。过了好一会，看到一个人上来，连忙叫停：“丽文，怎么就你一个人呢？”我娘去采摘香菇了，我和妹妹在这里等。你妹妹呢？在树上。哟，还真是。悠悠怎么爬这么高啊？快下来！我娘绑的。嘿嘿，你娘真有办法。摘完香菇后，陈秀和3个小孩背着满背篓的香菇回家。这晚，赵广叔小声地和一旁的媳妇说话：“再过1周我就要去军校报到。”这么快？
再过几年，等我换了驻地，你就带着孩子们过来随军。别哭啊，过2天我跟你回趟娘家。大胸虾就是红色的壳，脑袋和钳子大大的那种虾，特别腥，不好吃。这天，一家人来到了陈秀和娘家。一进到院子，陈老爷、陈满仓一家，还有后姥姥和季舅舅一家3口也都在。悠悠过来叫老爷。老爷，哎，陈柱子拿出一块桃酥递给他，吃吧。谢谢老爷。这时，一个小男孩慢慢的走过来，被一个小男孩这样盯着看，赵悠悠也吃不下，把手里的桃酥递给他。不用给他吃，你表哥刚才就吃了2块，他就是馋的。我不喜欢吃糖，你拿着吧。一个丫头片子，吃这么好做什么？大姐，你真是太宠悠悠了，以后都是便宜别人。我有本事养，用不着你操心。切。吃过午饭，他们一家就要回复新村。陈秀和把小女儿小时候的衣服和5块钱递给弟媳，拿着吧，英应急。谢谢姐。东西收好，自己吃。爹也有要分家的意思了，再忍忍。知道了姐。这天赵广叔就去军校报道了。爹走了，在家好好听娘的话。赵立武眼里包了一包泪要哭，被赵广叔制止。不许哭，要听你娘和你大哥的话，照顾好妹妹。我听话的。回吧，别送了。孩儿他爹，你放心去军校，家里有我看着呢。好。陈秀和带着孩子们一直看着丈夫离开。我们回去吧，明年你们爹又会回来的。赵广叔的离开，家里气氛低迷了2天，就开始热闹起来。娘，我去上学了，悠悠怎么办？悠悠可以跟着我去下地。小哥，你去上学吧，你识字都没有我多呢。悠悠，悠悠说的是事实，小吴你忘记爹说的话了。就这样，第2天，赵立文带着弟弟来到镇上的小学。赵立文先给弟弟报名，这个年代读书便宜，5毛钱1个学期。这边赵悠悠也跟着陈秀和来到地里附近的一棵树下自己玩耍。很快到周末，2位哥哥也放假了，3兄妹一起来到了一条小河。走，我们过去那边看看。那边没有什么的，就一个臭水塘，里面还有大胸虾，都是壳，吃不了。大胸虾就是红色的壳，脑袋和钳子大大的那种虾，特别腥，不好吃。赵悠悠眼睛一亮，和自家大哥对视一眼。小哥，走，我们去看看。那好吧，都依你。嘿嘿，小哥真好。很快，3人来到了水塘，看到里面的小龙虾，赵悠悠咽了咽口水，想到了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看吧，都是壳，吃不了。小哥，可以吃的，咱们抓一些回去吧。很腥的，铁蛋抓了一些回去，他娘煮了，不好吃。小五，我的科学老师说能吃，我还在他的宿舍里吃过呢，放心吧。真的可以？放心吧，晚上回去让娘做给你吃，保证你还想吃第2回。赵立文从空间里拿出3圈绑着鱼钩的鱼线，丢在草丛里。赵悠悠假装找树枝的时候捡到。这是什么？是鱼线，可以用来钓鱼的，刚好可以用来钓大胸虾。还有鱼饵呢？用蚯蚓。小五，咱们找找看哪里有蚯蚓。好，过去那边看看。2人找完蚯蚓回来后就开始钓虾。赵立文说道：还少了装大胸虾的网兜。小五，你会编网兜吧？会的，要编多大的？和家里的篮筐一样大就行了。好的。话落，赵立武就跑到一边开始编了起来。很快钓了满满1网兜的大胸虾后，3人才打道回府。等陈秀和夏公回家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处理好的一盆虾尾和一盆小鱼小虾。这个青红色的是什么？娘，是大胸虾的虾尾。你们3个去山里了？就去了臭水塘，没上去多少。不能再往山里面走了。知道了，娘。娘，咱们炒来吃吧，多放点蒜米进去，我老师就是这样做的，很好吃。哼，去包蒜。好嘞。4人上桌，晚饭就是蒜蓉大胸虾尾、番茄鸡蛋菠菜汤，主食是红薯。太好吃了，明天我还去钓大胸虾。是不错，肉比小虾米多多了。赵悠悠和赵立文不说话，一个劲的回味。100多个虾尾被他们4人吃得精光。等第2天，他们兄妹3人去到的臭水塘的时候，远远看到赵南帝和赵来帝在等着。昨晚上肯定被他们俩偷听了。大哥，怎么办？不用管他们，咱们自己钓自己的。丽文，我们也来了。太好了，我还想着今天钓多一些送给爷爷奶奶尝一尝呢，刚好你们也知道，就不用我送过去了。别啦，这是我们发现的，
告诉奶的话，你们家就会少吃很多。好啊，你们想自己偷吃，我要告诉奶。我们不会和家里说，也不会和村里的人说。赵南帝有些紧张，还是把话说出来。这个水塘里的大凶虾不够村里的人分，你们也不想让整个村的人知道吧？哦，你威胁我？不是，是请求。他知道三房的条件，每隔几天就能吃上一次肉，鸡蛋也是隔天吃一次。这些大凶虾还真的威胁不了他们。你想怎么样？好说，离我和我弟弟妹妹远一点，不要靠近我们。可以。说完，赵南帝拉着姐姐赵来帝王走到水塘的另一头。大哥，他们要是也经常来怎么办？你以为他们能天天来这里？奶不会让他们闲着的。奶要让赵来帝上全天宫。是的，估计就这2天了，保不齐赵来帝姐妹俩见不得我们能继续调把大凶虾的事情抖出去，先留个把柄在我们的手里，冲着他自己在外面偷吃大凶虾，就不敢和其他人透露。大哥厉害，那我们快点开始钓大凶虾。第二天，兄妹3人再次出发去钓虾，碰见了赵铁蛋。令5，去村部拍纸壳布。不去了，我要去打猪草。明天要不要去打鸟？明天不是周一吗？要去学校上课啊。你作业做完了吗？哦，我忘记了。唉。赵悠悠发现他小哥人缘很不错的样子，又看向自家大哥，意思很明显。我怎么可能和一群小屁孩玩这么弱智的游戏？3人走到水塘的时候，赵来帝和赵南帝也在，两方人马也不说话，各自钓自己的。明天不能来钓虾了，我可以把塘里的大凶虾都钓完了才去学校吗？不可以，老师去上课，周五回来的时候可以来钓一钓。周末2天，一天钓4次的话，估计塘里面的大凶虾只够咱们钓1个月。兄妹3人花了1个月的时间，把水塘里的大凶虾钓得差不多，剩下的就留着繁殖，明年再来。这天，赵悠悠和赵立武在练习弹弓，有点小，先用小的，我这个太大，你能拉得动皮筋吗？赵悠悠不得不接受自己的确实是小短手的事实。练习了半个月左右，赵悠悠玩弹弓也越来越好了。她跟着娘来到上次的地里大树下，自己玩着。一旁的赵柱子凑上来，流着鼻涕开口道：“悠悠，你能不能也教教我啊？”赵悠悠嫌弃地看着他那鼻涕，等你不流鼻涕了，我再教你。真的？是的，你擦擦鼻子吧。赵柱子直接用手背擦了擦鼻子，接着就要上手拉赵悠悠。啊！陈秀禾听到小女儿的尖叫声，急忙地跑到她身边。悠悠，怎么了？她手上有鼻涕，还想来碰我。悠悠，一起玩，一起玩。才不要，我不喜欢脏兮兮的小孩子。察觉到赵悠悠嫌弃，愣了一会儿，赵竹子就大声哭了起来。赵柱子的娘听见自家儿子的哭声，也连忙走过。陈秀禾，你家傻子女儿干啥欺负我家柱子？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家悠悠欺负你家的鼻涕虫了？柱子，你说是不是赵悠悠欺负你了？悠悠凶我，不和我玩。不和你玩就是欺负你，这是什么道理？我儿子和你一个傻子玩是看得起你，你以为你啊？孙春花还没说完，就被陈秀禾抓住头。一口一个傻子，老娘忍你很久了，出来单挑！周围的人看着2人扭打在一起，也不上前劝架，就在一旁看热闹。住手！再不住手，今天的工分全扣了。这个年代粮食都是靠工分的，这句话一出，陈秀禾和孙春花马上停手。一个个吃饱了闲的，这次是为了什么？村长，你要为我做主啊！陈秀禾把我的脸都抓伤了。我家悠悠不喜欢和他家柱子玩，他就说我家悠悠欺负柱子，还骂我家悠悠是傻子，我气不过就打了他。孙春花，这是你不占理，道歉。凭什么？我还被打了，要让陈秀禾赔钱。再嚷嚷，今天就扣你们家所有人的工分。孙春花直接被村长掐脖子，只能拉着还在哭嚎的儿子离开。悠悠，刚才他说的话不要在意啊。娘，我以前是傻子是事实，不用太在意，我现在不傻了。从明天起，咱们就不和赵柱子一棵树了，娘给你找其他地方睡。我不喜欢脏兮兮的小孩子。什么小孩子？你自己都是小孩子。嘿嘿。吃过午饭，陈秀禾拿出一个布袋子递给大儿子。小文，下午下学的时候去粮站买5斤米回来。好的，娘。赵立文接过他娘手里的6毛钱和粮票。现在的大米1斤是1毛2分，5斤米正好是6毛钱。悠悠，明天下午娘背你去宝珠家吧，这样你醒了能和宝珠一起玩。
不要，宝珠，它太粘人了。就在这个时候，赵大力和孙春花来到他们家院子里，匆忙地说道：“嫂子，看到我家柱子了吗？”“没看到，怎么了？”“打扰了。”赵大力说完，带着媳妇儿匆匆忙忙地离开。晚上8点，陈秀和出去打听了，才知道赵柱子真的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赵广建家的赵立本。村里进人贩子了。娘，下午有人来敲咱们家的门了。什么时候？就你回来前半个小时吧。我和小五回来的时候，看到一个男人背着麻袋，麻袋的样子有些奇怪。现在想想，里面可能是个小孩。这天杀的人贩子。小文，下学了就带弟弟回来，不要在外面乱跑。你去和村长说说你看到的情况。知道了。第二天下午，赵悠悠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赵宝珠身边，估计是他娘抱她来的。悠悠，要上茅房吗？四姨，现在是什么时间了？3点多吧。赵宝珠午睡醒来，就蹭在赵悠悠身边，一会摸摸她的脸，一会扯扯她的手。赵悠悠每次都推开她，可是赵宝珠就是不离开，继续厚着脸皮蹭她。悠悠太漂亮了，姐姐喜欢和悠悠玩呢。阿娘，妹妹像白糖糕。是了，妹妹长得太白了，对不对？对呀，我好喜欢悠悠妹妹。回到家后，赵丽文把学校放假，等镇上附近的人贩子抓到了，才继续上学的事情告诉妹妹。很多小孩子被拐，咱们镇附近的几个村子都丢了小孩，一起有10几个了。突然，院子外面传来了声音，赵丽文带着弟弟出去看，居然是消失了3天的赵立本，人已经趴在地上昏迷。小五，把立本拖到家里去。赵悠悠看着他小哥拖进来的小男孩，一脸问号。悠悠，他就是赵立本。他怎么会这样？不知道，大哥还在外面看着。赵立文紧张地竖起耳朵。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隔壁红星大队的，家里的小孩丢了，就想过来找找。是哪一家的小孩丢了？上堂的黄三家。红星大队的黄三家确实丢了一个小男孩，又盘问了几句，便放他们离开。赵立文等人走了之后，上前说道：“白正叔，我有事找你。”什么事？赵立文带着赵白正来到屋子里，看到了地上躺着的小男孩。立本，他怎么在你家？不知道，刚才倒在我家门口，远远的看到2个陌生人，就先把他搬到家里。我去追他们，你们先看着立本。赵白正连立刻想到了什么，匆忙的离开。这小兔崽子挺能跑的。招不着人，回去后老大肯定会打咱们一顿的，要不我们再拐一个回去。这个主意好。村里有一个女娃，估计也就3岁的样子，白白胖胖很可爱，要不去那家再试试。哼，你们说什么？再说一遍。胆子真大，我看你们没有耐命了。躲在一旁偷听的赵白正和手下的民兵会合，直接把他们俩包抄了。这边赵悠悠家里，一个满脸激动的妇女冲进来。立本，醒醒！娘，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和爹了。别怕，有娘在，咱们回家。立文、立武，谢谢你们救了我。不客气啦，你快点和你娘回家休息吧。得。悠悠，要是遇到人贩子，你知道要怎么办吗？赵立文对着妹妹说，眼睛却是看着弟弟。怎么办？遇到人贩子，一定要保持冷静，再观察一下周围的有没有人。人多的时候，人贩子要抓你，就可以喊人贩子拐小孩了。要是周围的人不帮忙，你就破坏周围人的东西，这样需要赔偿的人就不会让人贩子带你走。那人少的时候呢？人少的时候就要暂时配合人贩子，降低他们的戒心，因为哭喊是没有用的，人贩子可能会打人或者打晕你扛走。那人少就没有办法逃跑了吗？当然可以，你要假装配合，观察周围的环境，找机会就逃跑，跑到人多的地方求助，破坏周围人的东西。对，可以掀翻周围人吃的用的，人贩子害怕赔偿，自然会和你撇清关系，没钱赔也不要紧，可以直接跟着人去派出所等大人来赔付，进了派出所你就安全了。到了派出所，知道要做什么吗？就说我爹是军官，我是哪里人。悠悠，咱们家在哪里知道吗？知道，省平宁市平高县中古镇复兴村。哈哈，对的。第二天一大早，赵悠悠被他娘放在背篓里，跟着上山，还有兄弟俩一起。上到山上，他们3兄妹就开始把板栗捡到背篓里。悠悠，小心一点。放心吧，小哥。就在这时，赵悠悠突然发现那边的草丛冒出一只兔子。小哥，快看，那边有兔子。来不及多想，赵悠悠直接把腰间的弹弓拿出来，搭上石头就往兔子的方向射去。悠悠，
你真厉害！这么大一只野兔啊，估计有6、7斤了。赵南帝艰难地背着满满1背篓的本领，愤恨又羡慕地看着赵悠悠。刘昭帝看到二女儿这么晚才回来，又是一顿输出，眼里没活的赔钱货，回来这么晚不做饭了。娘，你别生气，我马上就去做饭。真是个没用的东西，连隔壁家的那个傻子都比你能干，人家也知道打到肉回来，老娘怎么就生了你们这么2个赔钱货，真是造孽。前院的打骂声赵悠悠听得很清楚，她实在理解不了刘昭帝是怎么想的。女儿怎么了？自己不就是女的吗？悠悠也太厉害了，我都没能打到兔子。小哥，别灰心，下次我发现兔子就让你打。哪有那么多兔子给你抓？这样的话，没有人去上工，都上山找兔子了。山上有兔子的，其他人抓不到，是因为没有像悠悠一样的准头。那也不能自己上山。那能上到臭水塘那么高的小山腰吗？可以，有什么不对要马上上树，不能走进深山里。知道了，娘。镇上的派出所里，被抓来的2个人贩子终于招认。公安赶到人贩子的窝点时，里面的2个人还在转移被拐来的小孩子，这下是人赃并获了。所长，这里有个小孩子在发热，马上送到卫生所去。好的。复兴村这边，村长接到消息，连忙通知赵大力夫妻俩去镇上认人。当家的，去镇上把儿子接回来。我这就去，安心在家里等我和孩子回来。说完，赵大力着急忙慌地离开家，往镇上赶。小哥，你听，前院有声音，不会进贼了吧？咱们悄悄地过去看看。兄妹俩来到院子里，见有1男1女2个大人，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小女孩。赵立武认出了3人是四房的一家3口。四叔，立武，你在家啊？四叔和四婶是回来看爷奶的吗？他们去姑奶奶家走亲戚了。你爷爷奶奶什么时候回来，知道吗？估计晚上就能回来，或者是明天。行了，我知道了，你去玩吧。赵立武等了好一会，没有看到四叔四婶给他吃糖，就拉着妹妹出门。小哥，他们估计不是回来看爷奶的，院子里这么多行李，像是搬家。搬家？难道不住镇上了？晚上就知道了，咱们先去找大哥。赵悠悠和赵立武来到赵立文经常打猪草的地方，果然在这里。大哥。赵立武走到他大哥面前，把刚才前院的事情告诉对方。四叔回来了，难道粮站的工作黄了？看到弟弟妹妹不明白，赵立文就把赵广济是在镇上粮站上班的事情说给2人听。这不是房人吗？四叔也能干得下去。为什么不干？老丈人只有媳妇儿1个孩子，以后不都是他们夫妻的？再说了，在镇上上班就不用过面朝黄土背朝天，多的是人抢着干。不管了，你们俩在这儿等我，我还要来打1背篓猪草。好的，辛苦你了，大哥。回到家后，前院就传来赵婆子的怒骂声。这算什么事？说好了粮站的工作以后就交给你，怎么能变卦？这个亲家真是……娘，别说了。怎么，他们家做出这样的背信弃义的事情，还不能让人说？兄妹3人前听了个大概，原来赵广济失踪的大舅哥回来了，还是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这下子女儿女婿在家里待不下去，这一边老丈人也没有说让他们一家离开的话，另一边却自己回粮站上班。赵广济就是在迟钝，也知道老丈人的意思，和媳妇商量好之后，只好搬回村里。这下院子里肯定有好戏看了。什么好戏？以后你就知道了，咱们负责看戏就行。小哥，你真是个小可爱，嘿嘿，您可真是我亲娘耶。找到了，悠悠，你是在和我玩躲猫猫吗？陈秀和夏公回到家的时候，也发现了前院的异常。你们四叔回来过夜？不是过夜，是搬回家里。这，看来前院又要开始热闹了。大房和四房不对付吗？你乃偏心四房，刘昭帝自然不舒服，没少和你们四婶磕碰。不过你们四婶也不是个好相与的，就是镇上的人摆的城里人的架子。悠悠啊，赵薇薇也不是个好相与的，别和她走太近。赵薇薇就是四房现在唯一的小孩，比赵悠悠大2岁。这时，前院传来小女生的尖叫声：“走开，快走开！这只该死的臭鸡！”哎呦呦，还嫌弃咱们家养的母鸡呢？吃鸡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鸡蛋是从你打的臭鸡屁股下出来的吗？大嫂，微微只是不习惯，你何必为难一个小孩子呢？娘，把这只鸡杀了炖汤喝。还想吃鸡呢？你这是在想屁吃！大嫂，赵广济面无表情地看向刘昭帝，刘昭帝撇了撇嘴，没有继续说什么。
娘，明天我们都去县城吗？去，咱们都去，你们都可以买一样东西，好好想吧。太好了，这次出门后，要到明年2月份或者3月份才能再去县城。知道了娘。第二天，4人来到城里吃饱喝足后，又来到废品站。大妹子来了，陈姐，好久不见，最近怎么样？这次来是打算买什么？这不是快下雪了吗？来买些旧报纸回去糊窗户。我就知道你会来，最近收到的旧报纸都在这，我给你留好了。那可真是太谢谢陈姐了。兄妹3人分别为自己找了本书《机械制造》《西游记》和《10万个为什么》。4人从废品站出来后，路过公社的时候，碰见了陈满仓。姐，满仓，你来公社做什么？这不是农闲吗？来公社看看有没有什么活。今天有工吗？昨天有，今天一单也没有。姐，爹他打算过完年就分家。真的？是真的，以后爹和我过。分了就好。分家了就好，免得饥荒的时候不好送粮食接济老爷和小舅舅。行了，你回吧，太晚了，弟媳妇担心你。这就回去了。今天早上，赵悠悠一个人在外面玩耍，赵薇薇过来问道：“你就是三伯家的傻子。”赵悠悠在心里麦麻批了一回，面无表情的走了，心里安慰自己不要和小屁孩计较。喂，傻子你别走，给我回来！见挑衅赵悠悠不成，看见赵南帝刚洗完衣服回来，又挑衅了起来。赵南帝整个人累得不行，并没有理会赵薇薇的挑衅。和你说话呢，你聋了？走开！赵南帝被烦得不行，直接推开赵薇薇。你这个泥腿子，居然敢打我！我要告诉我娘！你现在不就是泥腿子，在镇上住就真的把自己当做城里人了，也不看看你爹娘，现在还不是照样在地里刨食？你就在这时，于佳佳回来了。薇薇，怎么了？娘，他欺负我，说我是泥腿子，你快打他给我出气！二丫，薇薇是你堂妹，你怎么能欺负她？我可没有一口一句骂我是泥腿子的堂妹，谁想当她的堂姐，谁去当。不哭了，咱们家现在不比以前，他们都是落井下石的人，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人。娘，没事，以后不和他一起玩就是了。走，娘带你一起去下地。赵悠悠又白白激动了，2次都没有打起来，幸好不用买票，不然他是要退票的。这时陈秀禾也走了过来。娘，悠悠，去地里吗？要去的。陈秀禾领着小女儿往玉米地走去，没发现于佳佳一直盯着他们母女看。娘，怎么不走了？薇薇啊，你可以找悠悠玩，悠悠家里有好吃的，你和他玩的好的话，他就会分好吃的给你。我才不要和一个傻子玩。悠悠现在好了，不傻了。才不要。这边赵悠悠被带到玉米地的时候，发现了许久不见的赵柱子。悠悠，我给你糖，你教我打弹弓吧。不要，我不喜欢吃糖。呜呜，那什么，我可没有欺负你啊，哭什么啊？你别哭，我不喜欢爱哭的小孩。我不哭了。我喜欢干净的小孩。你什么时候成为干净的小孩？我什么时候教你玩弹弓？悠悠，什么是干净？就是手上不能沾口水。你看看，你手里的糖都沾上了你的口水。赵柱子看向自己的手，手上还有半颗糖，因为沾了自己口水的原因，已经开始融化，想都没有想就要往衣服上擦。不行，干净的小孩不会把口水擦在自己的身上。那要怎么办啊？你应该用水洗干净。我去找我娘给我洗干净，你等我。去吧去吧。于佳佳带着女儿走到玉米地，找了一圈没有发现赵悠悠的身影，只能向陈秀禾问道：三嫂，悠悠怎么没看到？在树上呢。悠悠，树上多危险啊，快下来。任由于佳佳在树下叫唤，赵悠悠就是不搭理。叫了几声，于佳佳也察觉到赵悠悠的不愿意，只好嘱咐女儿在树下玩。等娘下工了，就一起回家。好的，娘。等赵柱子回来的时候，没看到赵悠悠，便向赵薇薇问道：你看到悠悠了没？赵薇薇以为这个小屁孩要和自己玩，没想到是来找赵悠悠的。没看到。赵柱子一愣，看到了陈秀禾，便哒哒哒的跑到地里。婶子，悠悠呢？在树上。您可真是我亲娘耶。找到了。悠悠，你是在和我玩躲猫猫吗？我娘已经给我洗白白了，我们可以玩弹弓了吗？走，
我教你。赵悠悠找了一个位置，把挂在腰带上的弹弓拿在手上，蹲下身子捡了一颗石头搭在皮筋上，拉动橡皮筋，唰的一声，树上的叶子就被打中。哇，悠悠，你真厉害！柱子，你需要有一个弹弓才行。今天我的就先借给你用，下次你要自己带弹弓来。晚上让我爹给我做一个。给你拉一个试试。好的，给我也玩一回。赵柱子好不容易摸到弹弓，还没有玩上几轮就被抢，愤怒地喊道：不要，还给我！呜呜！哭鼻子，羞不羞？哭鼻子，羞不羞？孙春花听到儿子哭泣，连忙跑过来关心：柱子怎么哭了？娘，他抢我的弹弓。赵薇薇看到大人也很怵，特别是孙春花怒瞪自己后，也开始放声大哭，把于佳佳引来。薇薇，怎么了？怎么了？你的好女儿欺负我家柱子，以大欺小，要不要脸？你说谁不要脸？谁赢就是谁，还以为这里是镇上呢，摆的什么地主大小姐的款？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摆款了？就你那眼镜长在头顶上的样子，不是摆款是什么？地主都没有了，还搁这当大小姐呢？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基本上是于佳佳处于下风。镇上大小姐当不了，搁这里和我们这些泥腿子一起在地里刨食，有本事你再回娘家回镇上去啊！这句话一出，于佳佳瞬间炸了。我跟你拼了！听见打闹声的村长小跑来到1米，中气十足的一声吼：闹什么闹？再闹今天全都没有公分。村长，你要给我做主啊！于佳佳的女儿欺负我家柱子，连小孩的东西都抢，小年纪就有当坏种的心思。你胡说，薇薇才没有抢东西，她是在和悠悠玩。才不是，悠悠要带我玩弹弓，她一上来就抢了我的弹弓，还不还给我。悠悠呢？修和带着悠悠去上茅房了。刚才谁看到了？村长，我就在他们边上，是悠悠带着柱子在这边树下玩弹弓，赵薇薇一上来就把柱子手里的弹弓抢走。于佳佳瞬间脸红起来，看向女儿，眼神在询问。他们不和我玩，我讨厌他们。村长看着狼狈的母女，决定两边各打一板子，让他们和解。赵薇薇欺负了柱子，于佳佳挨了打，两边都有错，相互扯平吧。就在这个时候，于佳佳突然眼前一黑，直接倒在地上。你怎么了？娘，快醒醒！来人，快帮忙送去高大夫那里。另一边的陈秀和和赵悠悠，娘，咱们就这样走了，四婶会不会记恨我们？本来就是赵薇薇不对，不管你怎么说，都会得罪其中一个人。难道你想留在那里撒谎？不要，我才不要为了赵薇薇撒谎。她早上还骂我是傻子。哼，不怕，咱们现在可聪明了。所以咱们离开，就是为了不直接和两边人马冲突。周围的人这么多，自然有人会告诉村长。那到时候四婶想记恨咱们也没有办法了，嘿嘿。记恨也说不上，但是会不舒服。母女俩回到家里的时候，赵立文和赵立武兄弟俩也放学回到家里。娘，四婶怀上了，难怪会晕倒。悠悠，赵薇薇骂你是傻子，赵柱子怎么喜欢黏着你？重点不是四婶挨打吗？小哥，你是吃醋了吗？才没有吗，我只是不喜欢他老是黏着你。哼！这边赵广记家，薇薇，明天你和二丫姐一起去捡柴火吧。我不要，我才不要去干活。你在家待着也没事干，就和二丫姐一起去捡柴不是很好吗？等爹下工了也和你一起去捡。要不就算了，薇薇也捡不了多少柴。佳佳，对上哪个你还不干活的？现在不比以前了。于佳佳痛苦地闭上眼睛，以前一直以为男孩女孩都一样，可是大哥一回来，她瞬间变得可有可无，多讽刺。薇薇听话，明天跟着你二丫姐去捡柴。知道了。第二天上午，赵立文带着弟弟妹妹上山的时候，碰到了赵南帝和赵薇薇两人。立文，你们也来捡柴呀？看见赵悠悠被放在赵立文的背篓里，身后的赵南帝和赵薇薇眼含羡慕与嫉妒。不一会，赵悠悠就在背篓里用弹弓打了4只兔子。赵立武开心夸赞妹妹：悠悠，你太厉害了！要不是小哥踩中兔子洞，我也没有机会打到。不，要不是悠悠打中第一只，我也不会往那个方向走，也不会踩中兔子洞。合着我一点功劳都没有，是吧？哪里？我能看到第一只兔子，都是大哥背着我，我才能看得更高。哼，咱们先捡一些柴，盖在背篓上，把兔子带回家。
这个地方经常有人来，咱们得快些。好的。山上除了兔子和野鸡，还有什么猎物？还有野鹿、狼和野猪，这些要到深山里才有。就找野兔和野鸡，娘说过不能再往山上去。小五，你去帮我挖个坑。挖坑做什么？辛苦你挖就是了，剩下的我来。哦，看来大哥也心不小，想要打野猪呢。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要赶紧挖，说不定本野猪真的上钩呢。小哥，你怎么越来越可爱了？嘿嘿。就这样，兄妹三人很快又打到了2只野鸡，打野猪的坑也被赵丽武挖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下山回家吧。今天我们真是大丰收，晚上让娘给我们炖鸡汤喝，太久没喝过鸡汤了。那我们走吧。晚上赵婆子闻到了后院炖鸡的味道，在赵老头面前走来走去，想着老三媳妇能给他端一碗过来，他好给老四媳妇端过去。别晃了，你晃得我头晕。老头子，你说老三媳妇会不会给我们送一碗过来？想给就给，不想给咱们也不惦记。你要是想老三媳妇端来又送给老四媳妇，那接下来1年估计老三媳妇有什么好吃的都不会端过来了。别这呀那呀的，老四的媳妇没道理要老三这边养着。赵老头子一说完，赵丽文就和弟弟一起端了碗鸡汤过来。爷奶，小文、小武，快进来。爷奶，我娘让端过来的，喝汤。这汤看着就不错。爷，这个汤是我大哥做的，我娘把鸡肉、姜和黄豆这些都准备好，鸡汤是大哥一锅炖的。是吗？小文可真厉害。赵婆子不喜欢儿媳妇，可是孙子她喜欢，原本有些不情愿的，现在都没有了。四房的屋子里，于佳佳也在期盼着婆婆能把鸡汤端过来给她。娘，奶怎么还没有把鸡汤端过来？可能你奶有什么事情绊住了吧？娘，我也想喝鸡汤，凭什么那个傻子能经常吃到好吃的？我讨厌他。微微，你是悠悠的堂姐，你也可以找他玩啊，说不定他有好吃就会给你。我才不要跟傻子玩。哇，下雪了，好漂亮呢。大哥，那我们今天还上山吗？上吧，现在不上山，等月底想上都不行，因为雪太多了，咱们至少要等来年2月份后才能上去。很快，兄妹三人来到了昨天挖好的坑面前。大哥，里面好像有东西。说完，赵丽武更加卖力的刨雪，慢慢的，一头野猪出现在三人的视线。真的抓到了野猪，咱们怎么搬回去呢？这个野猪至少有200多斤，我现在能搬动100多斤的东西。100多斤也很多了好吗？你自己都没有100斤。咱们先去告诉娘，把野猪埋起来。三人刚回到家，也正好碰见陈秀和夏公回来。赵丽文就把野猪的事告诉了他娘。小文，是真的吗？娘，是真的，咱们要想办法把野猪带回来。小文，你是不是已经想好办法了？嘿嘿，娘，我们可以把野猪砍成6块带回来。是要赶紧带回来。娘，白天能把野猪带回来吗？中午的时候，我和小五去砍野猪。悠悠，你和你大哥在附近放风，有人来了就过来告诉我们。经过4人的努力，好在一切都很顺利，200多斤的野猪就被分批运了回家。哇，好多肉啊！娘，野猪肉怎么办？留一块放在外面冻着，剩下的都做成腊肉，够咱们娘几个吃很久了。娘做的腊肉可好吃了，真是个小馋猫。第二天，赵悠悠是被前院的吵闹声弄醒的。仔细一听，原来是刘招娣不满自己女儿捡的柴火被4房的人使用。大家都来看啊！分家的小叔子还想占大哥家的便宜，没分家的时候还好说，都分家了，小叔子一家还吸大哥的血，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刘招娣，你身为大嫂，帮一把小叔子怎么了？来年我肯定让小四把柴还回来。来年还回来呢？你哥这玩拖延计呢？我可不信4房能还，要不现在立个字据。赵婆子自知理亏，说不过大儿媳妇，准备动手打人。好在刘招娣也早有防备，躲了过去。要是4房不给一个说法，我就让丽金顿顿去4房家里吃饭。毕竟4房的柴都是我家出的。你好啊，你不孝顺父母，我让老大回来管教你。叫啊，让你大儿子看看他娘是怎么偏心小儿子的。听见赵婆子和刘招娣这样闹，于佳佳终于忍不住走了出来，拿出3块钱交给了刘招娣。
这不就完了吗？天底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早给我钱，我还懒得骂呢。我呸！吃过早饭后，陈秀和把赵悠悠带到做工的地方来，正好陈秀梅和赵宝珠也在。悠悠妹妹，你吃过早饭了吗？没吃的话，我这有包子给你。宝珠姐，谢谢你，我和娘吃过了才过来的。那好吧。秀禾，听说你家大丫要定亲了。说话的人是村里有名的大嘴巴杨翠花。没听说，怎么了？嗨，也不知道大伯一家怎么想的，居然给大丫配了个傻子。哪里人？镇上的黄定家，听说彩礼给了足足200块。要是我有女儿，我也心动了。真是造孽啊！广博他们夫妻也太狠了。这个时代的女性真的是太悲哀了。中午下工后回到家，就听到前院赵婆子的呼喊声：“小四，你的脚怎么回事啊？”“那没事，就是扭到脚，过几天就能好。”四叔的脚崴了，这可真是灾难专挑霉运人啊！这下好了，私房没有一个能干活的，到时候奶定会让我们家出一份力，估计会让我们家出粮食。送还是买？半送半卖的可能性很大。我觉得大房的人不会轻易答应。娘，大房出多少咱们就出多少。别担心，刘招娣肯定不乐意，到时候还有的闹。这时赵丽文和赵丽武刚好回到家。娘，下午我们不用去学校了。为什么？学校的教室被雪压塌了几间。塌了？有没有人受伤？没有人受伤，当时大伙在操场上做操。放假了，这个学期都不用去了吗？没有，还有一半的教室是好的，现在只上半天的学，1年级、2年级、4年级一起上上午，3年级、5年一起上下午。这边的于佳佳在炕上躺了1个月，终于可以下炕，结果现在换成了赵广济躺。当家的，明天我回娘家拿些粮食回来吧。你那个大嫂不会同意的，咱们别浪费时间过去了，明年就好了，咱们家还有钱，可以买粮食。去哪里偷懒了？捡个柴这么久。刘招娣的声音从前院传来。这个时间去捡柴？四叔家里柴不够，奶让他们用大房的柴，开始还想白拿。刘招娣闹了一早上，四婶给了3块钱平息。一开始给钱不就好了，反正最后都要给。赵丽武语出惊人，把赵丽文和赵悠悠都愣住。弟弟不错呀，都知道透过现象看本质了。小哥突然变聪明了，难道用别人家的柴不用给东西给钱的吗？赵丽武被哥哥和妹妹一起盯着，继续开口道：“想多了，还是一根筋。”刚回到家，发现爷爷和娘正在院子里，窗户上有一块裂纹，这是被砸了。这是谁干的？这是还能有谁？家里就那么几个人。老大、老四带着你们屋里的人都去堂屋。堂屋里3房的人都到齐了。赵老头眼神扫过大房和4房的人，发现了脸色慌张的赵薇薇，心里咯噔一下。叫你们过来，是因为老三家的窗户被砸了。这可不是我们这一房干的，大丫和二丫都在外面捡柴，丽晶一直在屋里没有出去过。老四，你们家呢？对，我们也没有出门。大冷天的，我也不想折腾这么久，没人承认，那就不要怪我把你们2家的窗户都砸了。无端被连累的一房，那就要怪现在不承认的一房了。凭什么？不是我家砸的，凭什么要砸我家的窗户？没办法，我总不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吧。这个院子还是二伯和广叔出钱盖的呢。烦死了！你们赶紧承认，要是连累我们家，柴就不给你们了。不是我们家砸的，凭什么我要承认？我敢发誓，要是我家干的，我不得好喜。你敢发誓，要是你家做的，你这一胎生不下来吗？刘招娣没办法，只能用毒誓威胁。你够了！死丫头，你为什么要砸三伯家的窗户？我不知道，石头怎么就飞走了？砸玻璃的人找到了，咱们就说赔偿吧。你想怎么赔？要么现在把你们屋子里的玻璃换到我屋子里，要么明天就去买1块玻璃给我们换上。我屋子的窗户换给你，这样也行。老大，你帮忙换一下。不用了，爷爷，我会换。那好，你去换了吧。哇，小哥，你穿新衣裳了，还是那么可爱呢。哦，上一集下雪了没厚衣服穿，幸好我体质好才没被冻着。作者大大连夜在衣柜底里翻出衣服给我穿，也很感谢粉丝宝宝们对我的关爱。这集我终于能穿上新衣服了，嘿嘿。来到了1月，赵丽文和赵丽武也放假了。
一大早，兄妹三人也来到了村口，因为今天是村里分冻梨的日子。悠悠，你也来看分冻梨啊？柱子，你们家打算买多少斤？我娘说了，我们家的工分能分40斤冻梨，不用另外花钱买。赵柱子把昨晚上他爹娘的话都告诉赵悠悠，接着下一句更语出惊人。昨晚上我爹压着我娘在被窝里打屁股，我偷听到的。这是小屁孩能听的。我怀疑这个小屁孩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你爹也太坏了，居然打你娘的屁股。所以我站起来推开我爹，我爹还跟我保证再也不打娘了。希望你回家不会被打屁股。很快，按工分分梨的队伍就分完了。另外，陈秀和家买了80斤，一共2块4毛，200个冻梨。他们家每人每天吃1个的话，够吃1个半月。大房的赵来娣和赵南娣，她们2姐妹只能看着爹娘和弟弟吃。看什么看？出去做饭去。2姐妹的委屈被来厨房找火柴的赵老头看到。给吃吧，谢谢爷爷。快点吃了，等会被你们娘看见。兄妹3人刚回到院子，就看见赵广仲和二房的众人。二伯，你们怎么回来了？二伯娘。这不回来准备过年吗？悠悠，过来二伯娘这里。二伯娘好。赵悠悠知道对方想要验证自己的是不是好话。哎，真好。悠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二伯。来，去厨房，你芝芝姐和立明哥在吃好吃的，去吧。赵丽文带着弟弟妹妹去到厨房，里面的2个小孩正围着灶台烤火。芝姐、立明，芝姐、立明哥，悠悠，过来烤火。赵悠悠迈开腿走过去，赵芝芝递了一块绿豆糕给他。赵悠悠接过，开始小口的吃，就是被2个小孩盯着，有些不自在。真的好了，以前悠悠可不会自己吃东西。赵立明说完，上手去扯了一把小堂妹鼓起来的脸颊。悠悠不喜欢被别人扯脸。爸，可以摸吧？也不行，女孩子的脸不能随便摸的。小明，就算是哥哥也不能随便摸，知道了吗？知道了。芝姐，你们怎么回来了？市里太冷了，我爹的煤炭份额不够烧，趁着学校放寒假，我们就回来猫冬了。我还以为二伯和四叔一样，工作没了才回家的。四叔工作没了？四叔的大舅哥活着回来了，岳父的工作自然轮不上他。那可真够倒霉的。四房的赵薇薇太坏了，听我们家的墙角，还砸我们家的玻璃。赵薇薇以前就挺傲的，看不起我们在村里生活。赵芝芝对赵薇薇也没有好感，不就是住在镇上，弄得自己像地主家的大小姐一样。不说他们了，芝芝姐，说说你们在市里的事情吧。市里呀，市里都是砖头房，巴拉巴拉。赵芝芝开始和3人讲述市里的生活。二嫂，什么时候回来的？就上午，市里的煤炭不够烧，回来猫冬的，孩子们都在里面。中午我做午饭给你们送过来。不用，在市里买了包子，热一热就能吃。等会你拿几个回去吃。那我端1碗酸菜汤过来，不然我可不要你的包子。行，你端过来吧。酸菜汤做好后，赵丽文端着一大盆的汤往2房的走去，正巧碰到刚打柴回来的赵南娣。赵南娣看到2房的门开着，就知道是二叔他们回来了。二叔和3叔是双胞胎，2家关系很好。给我吧，等会我再把盆还回去。赵丽文点点头，转身往自家屋子走去。只剩下院子里的赵南娣羡慕地看着。看什么看？胳膊肘外网拐的臭丫头！你想去别人家吃饭，也要看别人给不给你吃。刘招娣从屋子里出来，就看到站着不动的2女儿，羡慕地看着2房，直接开始骂人。赶紧的，不想吃饭就滚去打柴。距离过年还有9天，今天是村里杀年猪的日子，堂兄妹5人一起出门去看村里杀年猪。大哥，咱们家能分多少斤？大概就2斤，去年也是2斤。这么少？咱们家公分垫底，有什么办法？悠悠，你家好歹还有2斤，我家估计只有1斤。他们家5月的时候就搬去市里，只有3个月的工分，是队上倒数第2的家庭，倒数第1的是四叔家。大哥，我要20斤。秀禾，20斤，你们家吃得完吗？说话的是村里的大嘴巴杨翠花。怎么吃不完？我儿子女儿喜欢吃肉，就是钱不够，钱多的话还想买更多呢。要不你借我一些，
听到陈秀禾要借钱，杨翠花直接冲着陈秀禾翻了个白眼，没再说话。陈秀禾准备背猪肉回家的时候，就看见了赵广叔。嗨，他爹，你回来了。回来了，走，咱们回家。赵立武也发现了他。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爹，咱们回家，爹给你们带了好吃的。回到家后，赵广济拿出一只烤鸭摆在桌面上。看看，这个是京都烤鸭，再切上2根大葱一起包就可以吃了。晚上咱们就吃。哦，爹真好。赵广叔一进厨房就察觉到厨房里的腊肉味，抬头就看到房梁上挂满了腊肉。这哪里来的？兔子大部分是悠悠和小五用弹弓打的，野猪是小文挖陷阱抓到的。我们家悠悠这么厉害啊！嘿嘿嘿，要不爹再给你做2个弹弓？要的。吃过晚饭，一家人都聚在炕上听赵广叔说京都的事情。爹，我想去京都玩。确实可以去，要不咱们暑假的时候去？哟，太好了！去一趟要花多少钱？火车票的话，1张要8块钱，3个孩子可以买1张，来回就是32块。住宿的话，可以住我的战友家，他现在在海岛服役，托我帮他时不时去帮他打扫房子，咱们去住几天是可以的。那好吧。太好了！赵广叔一大早就去河里打鱼回来，几个小孩正在院子里玩，见到自家爹打鱼回来，走上前喊道：哇，爹打了这么多鱼啊！红烧1条，油炸2条，剩下的5条做成咸鱼，怎么样？好啊，好啊，爹，我最爱吃鱼了，因为吃鱼能更聪明哦。大房这边看着四房也提回来1桶鱼，心里就更加难受了。赵南帝躲在角落，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还愣着干嘛？没用的废物，还不提着桶去河里抓鱼去？娘，我马上去。刘招娣还没有解气，开口威胁道：找不到鱼，今晚没饭吃。赵南帝身形一顿，还是提着桶出门。赵芝芝和赵悠悠她们也是女孩，2婶和3婶这么宝贝她们2个，而我的娘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和姐姐？老天爷，你真是不公平！时间很快来到大年除夕夜，一家5口开心的准备吃年夜饭。大家开饭吧。哇，今晚的菜真丰富，悠悠好好，我们家也多肉吃了。悠悠，你真是咱们家的小福星。对，悠悠是咱们家的小福星，快吃饭吧。吃完年夜饭后，赵芝芝重新帮赵悠悠打扮了一番，像一个浴血可爱的小年娃娃。你们看悠悠是不是更像福年娃娃了？这是悠悠吗？悠悠，明天你就这样出去拜年，肯定能到很多吃的。小哥，你就知道吃。正巧陈秀禾收拾好碗筷回来。悠悠怎么了？我给悠悠打扮成福年娃娃。3婶，悠悠可不可爱呀？这是我们家悠悠啊。看多可爱。可爱，咱们悠悠明天就这样去拜年。节财春节，恭喜发财，今天我们过年啦，也祝粉丝宝宝们笑口常开，鸿运当头，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一年比一年好。今天正月初1，兄妹8人早早在院子里等着派红包。悠悠，你先来。爷爷奶奶，新年好！祝你们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谢谢爷爷奶奶。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的顺序，孙子辈的人都收到了赵老头的红包。赵悠悠拜了2次，得了2个红包。走，咱们出去玩。兄妹5人刚到村口，就看见赵柱子和赵铁蛋。悠悠，新年好呀！柱子，新年好啊！给，这苹果是我特意留给你的，你吃。谢谢你，柱子。不客气的。要不我们一起玩煮饭家家吧？不，这个不好玩。悠悠应该不想玩泥巴，要不我们玩丢手绢吧？这个也行。算了，既然我们现在也是小孩，就跟他们一起玩玩。悠悠玩这个吗？玩的。那我们第一个谁先开始？我来。就这样，几个小朋友嘻嘻哈哈的欢乐声在整个村子里响起，而赵南帝和赵薇薇2人站在另一旁，看着他们玩得那么开心，也很想加入，但又生怕赵悠悠他们不同意。赵芝芝发现他们2人也想加入的样子，问向赵悠悠：悠悠，要不把赵南帝他们也加入，和我们一起玩吧？
你们俩要加入吗？一起玩吧。真的可以吗？赵南帝不可置信地看着赵悠悠。可以的。走吧，我们过去玩。过了初一就是初二，今天是陈秀和回娘家的日子。他们都回娘家了，我明天再陪小丽回去。他们不在更好。悠悠，你的脸上怎么有颗红点？我给悠悠点的。卫东，你想不想点？那我也点。初八这天，陈满仓中午就来到姐姐家。姐，早上爹请村长去家里分家了。分了就好，房子怎么分的？堂屋和西厢房归我，东厢房和厨房院子归他们，娘不用我管，咱爹也不要二哥管。爹和后娘怎么分？还住在一起，不管粮食也不管钱，上工和吃饭都在自己的儿子这边。陈秀和细细地问过分家的事情之后，拿出一个盒子。这是你之前去镇上做工存在我这里的钱。分家的时候，我只分到30块钱。我就知道会这样。陈秀和预料到后娘不会平分，所以让弟弟把做木工的钱存在他这里，等分家后再拿回去。过了元宵，赵广叔就要回京都继续上学。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和爹一起生活？估计要3年4年后吧。唉，赵悠悠低着头，3年后就是1960年，那个时候饥荒还没有结束。这个女人只因收了200块的彩礼，把16岁的女儿嫁给一个傻子。现在上门说亲了女人，却反悔。不嫁，说了不嫁就是不嫁，你们走。对了，不是说过年的时候黄定家他们要过来定亲吗？元宵都过了，现在才来，咱们听听看，不就是知道了？你说不嫁就不嫁，都说好了的。收了我们家这么多东西，你不还回来，我就去派出所告你。黄定家的母亲实力下开口道：“那你去啊，有人为你作证吗？”姑姑，别跟他废话，冲进去把东西找出来，不就清楚了？你们敢擅闯民宅，我要去镇上告你们。你去啊，正好我让镇上的领导评评理。我花了这么多东西定下来的媳妇，现在没了，该不该退回之前送来的东西？老大家的，拿了人家的东西就还给人家。赵老头走过来，命令大儿媳把东西还给对方。他本来就不同意大孙女嫁给一个傻子。爹，我没拿。你拿了，我都看到了。再不还回去，我让老大把你送回娘家。爹，去。刘招娣听见公爹说的这番话，只好照做把东西还给对方。那刘招娣要把赵来娣嫁给谁？估计是比傻子给钱更加多的人家。你们知道大房要把赵来娣嫁给谁吗？谁？病喜鬼。悠悠，你怎么知道的？猜的。按照大房的性子，悔婚肯定是找到更高彩礼的人家。对方也是镇上的人，得了肺痨，是家中独子，趁着现在还可以动，就想买个媳妇回去生孩子。刘招娣是后娘。赵悠悠把她一早就想问的问题说出来。不是，亲娘。而事件的女主角赵来娣现在正在山上捡柴。姐，我们跑吧。没有介绍信，没有钱票，我们能跑到哪里去？赵来娣眼睛通红，已经没有眼泪了。哎，老婆子，你去给大丫找个婆家吧，就算家里条件差些，也好过嫁个病喜鬼，肺痨可是会传染的。我不去，又不是我的女儿。咱们现在还没和老大分家，大丫的事情你也可以做主，这样彩礼你拿1半。当真？我拿1半彩礼？是，给你收着。行。赵婆子的速度很快，没过几天就找到人。赵老头趁着大儿媳妇回娘家，让男方的人就上门定亲。赵来娣也悄悄地看过男方，羞涩的点点头，只要4肢健全就好。双方都满意后，当天就过礼，约定月底来接人。你要是敢透露给你媳妇，别怪老子和你分家。知道了。赵来娣嫁的那户人家还不错，家里有3兄弟。刘招娣上门去闹的时候被打出来，气得刘招娣回来后拿赵南娣撒气。别打了，再打就要花钱去高大夫那边看伤了。果然，听到要花钱，刘招娣停下手里的扫把，去把衣服洗了。赵南娣去河边洗衣服，路上遇到赵悠悠母女。陈秀和看见鼻青脸肿的赵南娣，也有些可怜她，就往雪堆里扔了一个小罐子。娘，就是你爹留下的跌打药，估计用不上了，扔了也好。娘，我懂的。其实赵南娣姐妹俩也是可怜人。谁说不是呢？他们有那样子的娘在，咱们也管不了太多。母女俩来到地里，遇到了赵柱子。悠悠，你也来了。柱子，你怎么不在家里躺着？我都躺好久了，就想出来。我现在玩弹弓可厉害了，等有麻雀的时候，咱们一起打麻雀吧。赵悠悠点点头，余光发现山口处有人下来，定眼一看，他们抬着一头野猪上，接着后面的人也抬着一头，一共2头。
赵柱子看得有问向赵悠悠。悠悠，弹弓可以打野猪吗？你打的弹弓只能对付麻雀、野鸡什么的，野猪想都不要想。那用什么能打到野猪？白证书用的是枪。那好吧，这个我用不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来到6月，兄妹3人一起来到山上捡柴。大哥，那个是什么？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是什么？挖回去让娘看看，不就知道了。真的是人参的话，大哥，这根须不能断，断了就不值钱了。赵立武直接用手开始挖，他知道自己的手劲大，用锄头肯定会挖伤人参。赵悠悠在周围找了一圈，又发现了一颗。大哥快来，这颗是不是？悠悠，咱们今天要发财了，要是真的是人参的话，咱们去京都的车费都有了。小五，小心一点。哦，知道了。忙活了2个小时，天色开始暗下来后，两人总算把疑似人参的根茎挖出来。走，回家。陈秀和看到3个孩子，灰头土脸。你们去哪里了？娘，这个是不是人参啊？是，村里的高老大夫采到过一次，娘还摸过，和这2只一模一样。陈秀和深呼吸几下后，才平复心情。那咱们真是发大财了。娘，咱们把人参卖掉，够去京都的路费了吧？都可以去好几次了。陈秀和也想到暑假他们要去京都的事情，原本他还有些心疼钱，现在完全没有了。娘，咱们什么时候拿去卖？等忙完这几天，咱们就去县城卖了，县城的要不收。市里会不会卖得高一些？那还不如拿到京都去卖，那里的人肯定更加有钱。这样的话，娘，咱们把人参寄给爹，让他在京都卖。这样，等春耕结束，咱们去县城给你们爹寄东西时，把其中1只人参一起寄过去，到时候在县城也打听打听人参的价格，合适就卖了。那我再去写一张信。娘，这个人参是多少年的？估计是50年左右的，和我上次在高大夫那里看到的差不多大。我还以为是100年的呢。100年的人参还轮得到你去挖？估计早就被别人发现了。这个是什么？不知道，我爹上山的时候带回来的，肯定可以吃。这都没有说。时间很快来到了上县城的日子，4人刚来到县城，陈秀和问道：“你们饿不饿？”我没漱口。看见他们4人的穿着像乡下来的，一个中年妇女不屑开口说道：“姐，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还穷讲究。你清高，那就不要吃土包子种的粮食。你，本姑娘不和你一般见识。那你见识多，真的很棒哦。”说完，陈秀和领着3个孩子先去县城的药铺。赵悠悠一进药铺，就发现了药柜上的瓶瓶罐罐，其中还有1瓶泡着人参。大哥，那罐人参是多少年的？20年。大哥，你看看我这根。陈秀和把人参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店家刘大夫拿起放大镜就开始观察，最后称了重量后开口道：61年的人参，根须被挖断了2根，这样我们铺子收150块，怎么样？太低了，我拿到市里再看看。再谈谈，你这个人参拿到市里最多也就180块，加上来回的车费10块，这样我也给180块，怎么样？200块。扯皮扯好一会，最后刘大夫同意200块成交。我也是帮老朋友收的，如果是我自己收，肯定是到不了200块。那就谢谢刘大夫了，下次有好东西我再拿过来卖你。陈秀和清点无误后，把钱收进贴身的兜里，带着3个孩子离开药铺。走，去邮局给你们爹寄东西。这天一早，赵悠悠在树下打盹，赵柱子手里拿着2个绿色的果子。悠悠，给你一个。这个是什么？不知道，我爹上山的时候带回来的，肯定可以吃。这都没有说。没福吗？赵柱子张开嘴巴咬一口。呸，果然没福，快扔掉。高大夫刚从山里采药下来，捡起滚到脚边的绿果子观察。悠悠，过来。这个凉粉果哪里来的？柱子给我的，是他爹在山上采的。柱子，这个果子是你爹在山上摘的？是的，昨天我爹上山去打野葡萄的时候带回来的。去玩吧。高大夫把2人打发，背着背篓离开。时间一转，来到了8月，今天是村里要上山摘凉粉果的日子。赵悠悠也跟着他娘上山来。悠悠，你怎么来了？小娃娃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就来看看。白证书，以前你们怎么没有发现这片林子？前些年的时候就发现了，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高大夫估计也没有见过生的凉粉果，以为和其他不能吃的果子一样。原来是这样。在复兴村收获凉粉子之后没2天，赵广叔就回到家里。爹，你脸怎么了？没事，这个是不小心弄到的擦伤。悠悠，你长高了。我长高了10厘米呢，嘿嘿。时间很快，一家5口坐了21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京都。爹，这就是京都吗？是的，咱们到了。这大县城就是不一样呢。走吧，我们先去住的地方。赵广叔带着媳妇和孩子们来到了他战友家附近，遇到隔壁院子的一名妇女。广叔，这是？于婶，这是我媳妇孩子，来京多玩几天。哟，这是你小闺女吧？养得可真好。悠悠，叫于奶奶。于奶奶好。你也好，我不打扰你们了。很快，赵广叔带着家人到了战友家里。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四周观察了一下，这个院子可真大，屋子有多少间？耳房也算上的话，有12间屋子。西厢房是客房，正房和东厢房里面有主人家的东西，咱们别进去。要休息1天，还是等会咱们去故宫看看？爹，我不累的。我也不累。那好，咱们出发。四合院离故宫很近，走20分钟就到了。一家人走走停停，碰上了赵广叔的战友。老赵，老陆，你怎么也来了？哟，这是你家小闺女？是啊，悠悠叫陆伯伯。陆伯伯好。哎，悠悠好。说完，陆成掏出一张大黑纸，给陆伯伯给你的见面礼。赵悠悠没有接，看向他爹，拿着，这个可是陆伯伯的见面礼。谢谢陆伯伯。这个小闺女真是大气。这时，陈秀和带着2个儿子也走过来。赵广叔和陆成开始相互介绍自己的媳妇孩子给对方认识。陆成的儿子陆明一直盯着赵叔叔手臂上的糯米团子看，心想：这个妹妹长得可真好看，真想带回家摆着天天看。原来你们住在严峰那小子的家里啊，我还以为你们住招待所，想让你们搬来我家住呢。我现在帮严峰看房子，去我家吃顿饭吧。那好，我们就不客气了。来到陆成家里，赵丽文和赵丽武把妹妹夹在中间，不让陆明有机会凑上来。陆成在一旁看着，开玩笑的说道：老赵，你看我家陆明多喜欢你家悠悠，要不给他们俩订个娃娃亲算了。赵广叔和赵丽文、赵丽武的脸色瞬间一沉，陆明则是一喜，他已经9岁了，知道娃娃亲是什么意思，期许的看向赵叔叔。那不行，我家悠悠还小，这种事要等他长大以后再说。太招小孩子喜欢也挺累的。在京都的7天，赵悠悠他们每天都出门，把京都有名的地方都走个遍，好吃的也没有落下，就开始打道回府。很快又来到春节，赵广叔今年没回来过年。初1的下午，赵悠悠跟着大哥小哥在外面玩，远远的就看到赵丽晶在欺负赵南帝。赵薇薇冲出来一把推倒赵丽晶，赵薇薇想要拉着赵南帝离开，却被赵南帝拒绝，接着也扑进另一边的雪地里。他怎么还自己扑进雪地里？赵丽武一脸不解，你自己仔细看，谁干的？出来，我看到你了。原来是这样，这样赵南帝就不会把赵薇薇供出来了。还有一点，赵丽武想了又想，发现赵丽晶跑开去追人，赵南帝就不会继续被欺负。小五，你还是有悟性的。赵丽武知道大哥又在嘲笑他们。悠悠，咱们不和大哥玩。这天，赵悠悠带着赵柱子在山脚山蹲麻雀。悠悠，我们蹲了这么久，都没见麻雀的影子呢。哎，今天咱们运气不太好。俩人刚想要放弃，就发现了一只野鸡路过。嗖的一声，石头打中了一只野鸡。赵悠悠跑到野鸡掉落的地方，却被突然赵丽晶抢先捡到。赵悠悠知道自己的小短腿跑不过这个狗崽子，直接转头跑向他娘。娘，赵丽晶把我打的野鸡抢走了。等着，娘这就去抢回来。说完，陈秀和就追去。他们家东西就是喂狗，也不会便宜大方。赵悠悠等了好一会，他娘才提着野鸡回来。娘，厉害。那当然，晚上咱们炖了吃。晚上，赵悠悠朝回家的2个哥哥告状。这个狗崽子，正好我好久没有打他了。刘招娣就跑到他们家门口喊着：姓陈的，你给老娘出来！敢打我儿子，你找死！我屌你老母！娘，太吵了。你爷爷会出手的。果然，没一会，一声中气十足的吼声就在前院响起。老大家的，你再无理取闹试试！哼！爹，你也太偏心三房了。丽晶也在一边看着，凭什么没有份？见者有份说的是意外之财，野鸡是悠悠凭本事打的，我让悠悠看着你上供，等下供给分员登记的时候，把你的工分分1半给悠悠，你同意吗？凭什么？悠悠看着你上供了，就凭他看到了。老大，把你媳妇领回屋，再闹，把她送回娘家去，一整天的，真的是闲得慌。娘，你
怎么知道爷爷会出面？你爷爷讲理，估计是想通了什么，把你奶管得死死的，当然不喜欢刘招娣在前院吵闹。说来，很久没有听到奶在前院骂人了。我也想起来的，今年都没怎么听到奶打骂赵南帝。你说，六丫头时不时的就打只野鸡麻雀的回来，你连一个小娃娃都比不上，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赵南帝闭着嘴巴不说话，他还需要忍1年。姐姐已经开始帮他物色人家，等他满16岁，他就去找爷爷做主，永远的离开这个的家。今天村里的大队长召集队员到村口开会。是这样，为了响应政策，公社下达了指令，以后咱们大队开始实行大锅饭，不再单独分粮到各家，队上的人都到食堂来吃饭。大队长的话一落，台下面的人就闹开了，说什么的都有。等大队食堂建好之后，大交大要把家里的粮食上交食堂，包括家里养的母鸡，以后都是统一上工，统一吃饭。这下粮食多的家庭就不干，粮食少的家庭却开心起来。陈秀禾也担心家里几大箱子的腊肉腊兔子，突然想到丈夫挖的地道。各妹，这事是全国统一的，如果不办食堂，公社会派人过来强制执行。那太不公平了，有的家里粮食多，有的家里粮食少，凭什么都要一起上交？那有什么？我们坚定地跟着公社的指令走，总不会被饿肚子。慢慢的，台下的人分成3批，一批是家里粮食多的，一批是家里粮食刚刚够吃的，一批是家里已经断肚了。大队长眼看两方人马要打起来，连忙上前阻止。各妹，上面文件已经下来了，每个大队都是这样执行的。如果食堂建好之后，还在家里开火做饭的，都是资本主义。大队长见形势稳定下来，接着开口道：大队食堂建设需要时间，这段时间你们还可以在家里做饭。陈秀禾回到家后，匆忙的把3箱腊肉腊肠、面粉和大米准备藏起来，也把大锅饭的事情和3个孩子说了。娘，咱们家的东西怎么办？娘告诉你们个秘密，但是不许跟任何人说，只能咱们和你们爹知道。咱们炕柜下有个小通道，是你爹和我刚结婚的时候挖的，当时还没有结束内战，你爹担心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特地挖的。赵悠悠原本还打算暴露自己的空间，说自己陪伴神仙住了3年，是神仙送的礼物。现在好了，粮食可以直接堆在地道里。第3天早上，复兴大队已经进入大锅饭时代。7岁以下的小孩是半碗大碴子粥和1个窝窝头，7岁到15岁以下的大孩子是1碗大碴粥和1个窝窝头，15岁以上的人是1碗大碴子粥和2个窝窝头。吃过早饭，赵立文和赵立武2兄弟就走路去公社小学，赵悠悠依旧跟着他娘下去。悠悠，快过来！赵悠悠看到赵宝珠，扫视一圈，果然发现陈秀梅也在地里。赵柱子挡在赵悠悠前面，拦住要上前的赵宝珠。你走开，悠悠是要和我一起玩的。胡说，悠悠是我妹妹，当然是要和我一起的。才不是，我和悠悠才是一起的，我们天天在一起玩弹弓。赵宝珠看到2人的弹弓，愣了愣，要哭不哭的。宝珠，咱们一起玩。柱子，让宝珠和我们一起玩，行不行？好吧，我都听你的。3个小孩很愉快地达成一致。悠悠，我们今天还打麻雀吗？赵悠悠想了想说，还是不打了。为什么不打？就算咱们打到了，还要送到食堂，都到不了自己的嘴里，不想浪费时间。一转眼又来到了8月尾，4人吃过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娘，食堂的饭可太难吃了，再忍忍，等下次去县城，咱们去国营饭店买好吃的。娘，咱们可以偷偷的去山上煮饭。先看看，觉得食堂难吃的可不止咱们一家。悠悠，过几天娘送你去上学，看看能不能让校长把你安排到小5班上，这样你们也能有个伴，娘也放心些。娘，你这个想法真的可以吗？1、2年级不上了吗？悠悠才5岁就上3年级，校长能答应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今天陈秀禾帮小儿子报名完成之后，带着小女儿来到校长办公室。什么？你的小女儿要读3年级？陈校长，我不放心我家悠悠一个人在1年级，她现在可以做2年级的作业，不信你可以考考她。我刚满5岁，我娘就送我去读3年级，校长却说我可以去上初中。她现在可以做2年级的作业，不信你可以考考她。不行，那我考考你。校长爷爷您出题吧。1加1再乘以1等于多少？我的妈呀，真是大无语！我可是21世纪穿越过来的人，这种题目怎么可能难得倒我？校长爷爷，答案等于2哦，而且我还会背咏鹅呢。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你这都可以直接去读初中了。陈校长，你看我家悠悠可不可以上3年级？陈秀和趁机开口。当然可以，我亲自带你们去。等报完名后，陈秀和不放心的嘱咐小儿子：进去吧，放学后要直接回家。小五看好妹妹。知道了，娘，我会保护好妹妹的。赵悠悠和赵丽武来到3年级的教室里，刘老师看她是班里最小的萝卜头，就把他们兄妹俩安排在第1排的座位。妹妹，太好了，现在你又是我同桌，以后在这个学校里没人敢欺负你。要是谁敢欺负你，我一拳一个小朋友。教室里的学生都认识赵丽武，打架很厉害，连高年级的学生都能一拳打趴下。没想到班里来的软软糯糯可爱的赵悠悠，居然是校霸的亲妹妹。原本还想要逗赵悠悠玩的男生，纷纷打消这个念头。小哥，放心吧，没人能欺负得了我。第1天只有报名和发课本，下午不用来学校。走，咱们回家。不等大哥了吗？大哥走过来还要好久的，咱们先回去。兄妹俩刚走到校门口，就遇到赵宝珠和他哥哥赵立新。悠悠，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宝珠，你在几年级？1年级呀，我娘说你要来上学我才来的。我在3年级呢。那我也去3年级。这个你要和老师说，要考试通过才能上3年级。大哥，你去帮我和老师说说，我也想上3年级。不行，你连字都不认的，要从1年级开始学。国庆节后，中古公社也收到了县里面下达任务，要求中古公社下的8个生产队开始炼钢。师们，我们公社也被安排了任务，刚接到县里的通知，这哪里还有铁器 L 钢？难道要把干活用的锄头熔了？新兴大队的大队长一脸为难。我们的大队的收缴上来的铁锅可一个没有留下，都送到公社来了。对呀，L 钢需要火力，我们大队的柴火都是靠山上的枯树枝，难不成要把山上的树都砍了？光明大队的大队长也附和道：各位，我也知道各个大队的难处，可是我们不跟着指令走，很容易被打成。主任，不是我们不跟从指令，那也要有铁矿铁器才能 L 钢吧？除了下地用的铁器锄头，现在我们大队哪里能凑出来30斤铁器？主任，你可以马上带人去搜，超过30斤铁，我这个大队长马上下台。红星大队的大队长直接把话撂下。我也不为难大家，大家也体谅体谅我。我收到消息，已经有生产队练出来了，不过质量不达标，根本就无法使用。公社主任把他收到的内幕消息告诉底下的生产队长。估计这股风吹不久，你们先回去把土制炉搭起来，实在没有铁器的，丢一把废弃的锄头进去练着，防止县里面的人来检查。再不济就当我们 L 钢失败，来年少一些资源倾斜。这一天，赵悠悠和赵立武照常来到学校，发现学校的大门是关起来的。赵悠悠走到学校大门，果子爷爷为什么不开门啊？学校要开始建土基炉 L 钢，暂时休学1段时间。太好了，放假了。赵悠悠一听，果然还是不能避免。现在是10月，他只记得 L 钢是在12月份结束。此时，复兴大队的大队部里聚集着队上的年轻劳动力。各位，公社下达了指令，咱们复兴大队也光荣地领到了20个 L 钢任务。太好了，咱们大队也要参加 L 钢了。此话一出，不明真相的人开始纷纷附和，没一会台下就闹哄哄的。土制炉的设计图我已经带回来的，除了要在地里干活的人和建造土制炉的人，大家都上山去捡柴，把老枯树都砍回来，果树、板栗树这些先不砍。等赵悠悠他们回到复兴大队，赵立武连忙跑过去问：八爷爷，这是在做什么？在做土制炉，一边玩去。回到家后，赵立文拉着妹妹到水井旁准备洗脸。大哥，怎么了？3年饥荒，是不是还有干旱？是的，从1959年初开始，降水就会少很多。那要想办法囤水，至少喝的水要囤好。赵悠悠想到空间里的一麻袋食品及塑料袋，观察好周围情况后，塞了一扎在大哥手里。这个是我小姨用来卖散装米的袋子，为了节约袋子，我小姨特意买食品级的，不容易坏，一次能装20来斤米。可以，到时候用人妖国的打包办法，保证一滴都不会漏。赵立文想到以前学到的万物皆可袋中的打包方法。有多少？一麻袋有200扎，一扎30个，够了，一天用1袋也绰绰有余。我的房车里有新买的10卷垃圾袋，本来想着不行的话，垃圾袋也能装水。你不怕聚乙烯中毒？水缸肯定要买，那不是缝隙还能塞一点吗？
好吧，我们的空间确实不大，要合理利用。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25这一天，复兴大队的食堂开始准备过年的小吃时，赵广叔也回来了，带着3个孩子来食堂里找陈秀禾。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还带着孩子们出来？刚回来，带着孩子接你。你能在食堂吃饭吗？八叔同意了，我就吃10天，期间有事情就上工。10天，这么快就走？回去再说。回到家后，赵广叔把他提前从军校毕业要回部队去的事情说给媳妇和孩子们听。原本4年的课程用2年半毕业，好在也顺利的拿到毕业证。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该下雨的时候下了暴雨。时间来到了1959年3月份，大队长来到地里检查庄稼，就发觉不对劲。白正，这2个月以来有没有下过雨？下过几次毛毛雨，很快就停了。怎么还不下雨？冬小麦就要灌水了。大队长觉得不是个好兆头。白正，你找人去隔壁公社看看，他们有没有下雨。大队长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亲自去公社找公社主任。不下雨，赵队长，会不会是你太担心了？距离冬小麦灌水的时间还有1个月，在这1个月之内有雨不就可以了？主任，按照我种地这么多年的经验，这次估计没有那么简单。我这有眼皮一直跳很不祥的预感。赵队长，怎么能凭借你的预感就判定不会下雨？公社主任还是不相信。话音一落，光明大队的大队长走了进来。主任，老赵你也在啊？陈队长，你来是？是这样的，开春后天上就没有下过1次雨，我来公社问问情况。怎么你们俩是说好的吗？没有，确实和往年不一样，今年开春只打雷没有下雨，这太不对劲了。行吧，我下次去县里汇报工作的时候会问清楚的。这一等就是半个月，公社主任从县里回来就召集下面的生产队长到公社。直接说吧，咱们北方这边确实很多地方2个月都没有下雨，南方那边却一直在下雨，有洪涝的风险。那就是说，咱们公社有干旱的风险？不知道，现在只能等老天爷下雨。时间来到4月，赵悠悠看到家里的水井已经下降了10厘米，叹了口气后，天灾他也无能为力。一大早，大队长把来大队部领工具的队员留下，等上工的人来齐之后，站到台子上。各位，想必你们也察觉到了，这天已经3个月没有下过1滴雨。麦地里的麦子大家看到了吧？里面有没有麦粒？不是下过几场雨吗？有麦无屎，到时候下粮接不上，大家就都要了肚子。所以从今天起，男劳力都要去河边担水来浇地。大队长，这得要担多少啊？担到麦子结麦粒为止。还想不想吃饱饭？大队长的一句话，把台下的人都直接镇压。今天是周末，赵立文带着弟弟妹妹上山。大哥，去年这条小溪不是这样的，和这几个月没有下雨有关系。再不下雨，估计河水也要开始干涸。不下雨会怎么样？地里的庄稼没有水喝，收成不好。下山路过麦地的时候，看到村长在麦地里检查麦子，3人也停下来看着。你们有什么事吗？大爷爷，有麦粒了吗？你这娃娃还关心起麦粒了？麦粒还在长呢。大队长随口敷衍一下赵立文，打发他们回家。赵悠悠一边走一边想着，这次的饥荒除了天灾，也有一些人。L 钢时期河水被污染，山上的树木被砍伐，这些也是这场饥荒的原因之一。因为一边走一边想事情，赵悠悠突然撞上一堵肉墙，肉墙没有赵悠悠的体重，直接被他撞倒在地上。赵悠悠回过神来，上前想要扶起对方，反而被一把推倒。走路不看路，哼！赵立文扶起妹妹，有些恼怒地看着跑远的赵佳宁。算他跑得快，这个赵佳宁太可恶了，悠悠又不是故意的。算了，小哥，我撞到他，他也推了我，我们打平了。不对，你们俩都没有看路，是他自己太瘦。哼，咱们不理他。时间来到5月中旬，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是冬小麦的麦收时间。大队长，再不把麦子收到仓库里，这些麦穗就要脱离掉在地里了。确实不能再等，开始吧。中午放学，赵悠悠照常跟着他小哥回家，在校门口就碰上赵宝珠蹲在地上哭泣。宝珠，你怎么了？悠悠，赵佳宁抢我的糖，我哥去追了。赵宝珠想要用手擦眼泪，发现双手火辣辣辣的疼。赵佳宁推的。哥，就是他，赵佳宁太坏了。咱们先……赵悠悠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大队长打断。宝珠，你哥哥呢？爷爷，赵佳宁抢我的糖，哥哥去追了。大队长心疼地看着小孙女的手，疼不疼？咱们回家擦药。疼的，爷爷，我的手火辣辣的，都是赵佳宁推的。爷爷给呼呼。走，咱们回家。大队长抱起小孙女，招呼赵悠悠和赵立武一起往复兴大队走。
四人走到对上的大松树下，就碰上赵立新。保住！赵佳宁把糖扔到河里了。哼，上次赵佳宁走路不看路和悠悠撞上，悠悠好心去扶他，还被赵佳宁推了一把，屁股蛋蛋都污了好几天。我的傻小哥，最后一句话可以不用说。这下大队长就更觉得不对了，这个小孩子的人品不行，小年纪就这样长大还得了。转眼又是1个月，河里的水已经被烈日蒸发大半，再不下雨，地里的庄稼都没有水喝。赵白正匆匆跑到地里。大队长，不好了，河水断了。怎么回事？什么时候断的？就刚才从红星大队流过来的河水没了，鹿鸣山上的3条小溪还剩2条有水流下来。安排人去红星大队看是怎么回事。大队长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红星大队那边截断河水，带人把鹿鸣山流下来的小溪水控制好，先不要让水流进河里。我已经让人去红星大队打探了，马上就带人去留住小溪的水。赵白正说完，立刻赶到山脚下去补水。赵悠悠和赵立文路过河边，发现河里的水似乎比早上看到的少很多。赵悠悠盯着河里不再流动的河水，想到当时历史老师说的，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该下雨的时候接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那就是说秋收的时候会下暴雨。我要想办法让大队长相信秋收的时候会下雨，否则本来就减产的粮食要全部烂在地里。悠悠，怎么了？接着赵悠悠就把秋收可能会下暴雨的事情和赵立文说。你确定？不是100%，但是我记得历史老师说过这句话，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不该下雨的时候下了暴雨。开学的时候我去问问我们学校的老师。这个是什么？不知道，在山上找到的。娘，怎么办？感觉是个好东西。这次是红旗公社那边私自截停河水，我已经派人去沟通了。红旗公社那边的河水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他们的上游也一直在干旱，保不齐哪天连红旗公社都没有水。咱们要想办法自救，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上游的河水。傍晚，赵悠悠一家在院子里奈凉，大队长走了进来。八爷爷，您怎么来了？八叔，您这是有什么事情吗？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家的水井。陈秀和一听就知道大队长来他们家的目的。我们家的水井也没有往年水多，已经下降快2米的水位，打水的麻绳我都加长了。对上家里只打15米的人家已经打不出水，地里的庄稼不能不浇水，你看能不能让队员来你家打水去浇地？山里的2条小溪也都要用作浇水，就是你家的位置离玉米地比较近。剩下的话，大队长没有继续说。可以。广叔家的用了你家的水，你也不用参加挑水的活了。这样别人会不会有意见？没事，不会有人有意见，有意见的都去小溪那边担水去。两人又简单的聊了几句，大队长目的达到就要离开。娘，咱们家是不是也要囤水？是该囤一些，把地窖里的5个大缸子都填满，反正现在不用腌菜，空着也是空着。娘，二伯家的也要吗？赵悠悠在一旁提醒，他们家有隔壁2房的钥匙。陈秀和想了一下，觉得小女儿说的也不错。咱们家悠悠真聪明。嘿嘿。到了9月底，天上还是没有下雨，今年秋收继续减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赵悠悠想到家里的压缩饼干准备消耗完，觉得不能再等了。赵立文把炖煮锅买好之后的第2天，带着弟弟妹妹上山，假装挖到带回家。这个是什么？不知道，在山上找到的。娘，怎么办？感觉是个好东西，先放着，等明天拿去问大队长看看。明天你就不会想给别人看了。我们要把这个炖煮锅打造成聚宝盆。半夜，赵立文醒来之后，把8个大白馒头投放到锅中后，接着回去睡。赵悠悠早上醒来，发现他娘有些不对劲。娘。陈秀和愣了好一会，才开口说话。悠悠醒了，去吃早饭上学吧。娘，今天不用上学，娘不会被8个馒头吓傻了吧？娘记错了，早饭在桌子上，去洗脸刷牙后再吃，去吧。在他们家得到不锈钢炖煮锅之后的第7天，陈秀和把3个孩子们都聚到厨房，把锅里的8个饭团拿出来。娘，这饭团是真的吗？能吃吗？娘，哪里来的饭团？赵悠悠引后上身说道。不知道，放在餐桌上，每天大概凌晨就会出现新的吃食在锅里，期间有1天没有出现新吃食，里面的东西娘已经吃过，没有问题，是可以吃的。接着赵立武拿起一个饭团，一口吃着。好吃，真好吃。还有肉呢，妹妹你也快吃。这个就是咱们家的聚宝盆了，谁都不能说出去，特别是你，小五，你要是说出去，咱们就要饿肚子了。
哦，娘，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爷爷那边也不能说，姥爷舅舅那边也是，只能咱们家人自己知道。娘，我也不会说的。娘，我也不说。这边赵悠悠家解决吃食短缺的问题，那边大队长愁的头发都白了好多。大队长，9月快结束了，什么时候开始秋收？哎，再等等看吧。大爷爷，地里的庄稼不收起来吗？都没有长好，怎么收？我梦到下雨，下了好多场暴雨呢。大队长猛地看向身边的小罗。悠悠，你梦到哪里下雨了？不知道，就是下雨，大家都在地里抢收。暴雨抢收？大爷爷，收吗？我去老村长家一趟。来到老村长家，大队长把心中的疑虑和担忧说出来。老村长也是沉默了许久。根生啊，开始吧。叔，你确定？现在确实到秋收的时间，今年从开春就没有下过雨，保不齐老天爷要集中在后面几个月下。要是真的下暴雨，粮食就只能烂在地里，咱们可真是要饿肚子了。好，那就听说您的。第二天，大队长就在大队部宣布开始秋收，台下的人纷纷开始议论，有人就开始说：大队长，庄稼都没有长好，现在就收，到时候交了公粮，咱们还剩多少？是啊，本来现在就吃不饱，地里的庄稼没长好，后面接着饿肚子嘛。各位，听我说，本就是9月开始秋收的，现在晚了大半个月才开始。可是地里的庄稼都没有长好，连8月要收的水稻接的米粒都很小，只有往年的1半大。白队长十分不赞同地说道。赵根生沉默了一会，还是把他担心下暴雨的事情说出来。就当是我的问题了，秋收是我们大队的人统一投票决定的。到了10月，地里就还剩下玉米和高粱没有收回来。这天，赵悠悠正在和赵柱子在树下玩耍，突然天空打起一道惊雷。看来是要准备下雨了呢。悠悠，你说真的吗？看样子是真的要下雨了。太好了，终于要下雨了。等了好一会，天上终于下起了雨。领到晚饭回到家后，陈秀和看见聚宝盆里又是5个大馒头。娘，是不是也给爷爷他们送2个？晚上去，悄悄的。好的，娘。晚上8点的时候，赵立武带着2个馒头溜达到堂屋。立武，怎么了？炕上的赵婆子饿得肚子烧得慌，晚上的一碗稀粥被她从小到大疼爱的大孙子抢走，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真是白下了这些年的疼爱。奶，你怎么了？立武来了，有什么事？爷奶，这馒头是我娘让我送过来的，你们吃。是真的？是真的，你们快点吃吧。我吃。赵婆子第一次吃这么暄软的馒头，吃着吃着忍不住掉下眼泪。老婆子，我估计明年应该也没有什么收成，咱们俩靠着老3家和老4家时不时接济，可以熬得过去的。要是被老3家的和老4知道，我们自己不吃给老大他们吃，估计以后都没得吃了。才不给那个狼心狗肺的人吃。好了，以后咱们自己去打饭，不和老大家一起。平时最不待见的孙女，今天却露出和善的表情。悠悠，打完饭了。赵悠悠打了一个激灵，有些不适应，没想到2个馒头的作用这么大。奶奶，我打完了。走路小心点，别摔着了。知道了。等赵悠悠离开后，赵丽晶立刻走上来，一把抢走赵婆子的窝窝头。哎呀，你这个畜生，居然抢你奶的吃食，还是不是人？赵婆子眼睛一黑就倒下。赵老头看见，跑过来说道：老婆子，老婆子，快醒醒！老四，快过来！赵广济跑上前查看他娘，发现怎么都叫不醒。爹，娘怎么了？被丽晶那个畜生气的，抢了你娘的窝窝头，你娘的气不过就昏倒了。爹，我去请高大夫，你别急。好，快去。看完高大夫后，赵老头就提出了分灶。赵广博没有想到儿子居然去抢自家爹娘的吃食，气得浑身直哆嗦。你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最后，赵广博没有办法，只能自己出门去堂屋。12月，大队长经过打探，发现很多大队的食堂名存实亡，上面也没有精力派人来下面检查。经过大家的投票表决，将食堂的粮食分到各家各户，从今各家在各家煮吃的。太好了，咱们能自己做饭了。家里也没有大米和白面，明天娘去公社看看有没有卖米面的。等第2天中午，赵悠悠和赵立武下学回到家。娘，大米呢？白面呢？粮站没有，供销社也没有。赵立文回来后知道他娘没有买到粮食，便开口道：娘，红旗公社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到，不过价钱很贵，大米要3毛钱1斤，白面要4毛钱1斤。这么贵？娘，现在粮食紧缺，估计以后会越来越贵。晚上，
赵悠悠听到他娘一边擦着聚宝盆一边嘟囔：“能不能有大米和白面？”叮咚，您的愿望清单已收到。早上，陈秀和醒来就发现聚宝盆里有大约2斤的白面，真是太神奇了。现在是1960年1月，今年冬天的雪都少得可怜，估计开春后又是一片干旱。回去的路上，兄妹俩看到赵南帝被一个男人扛着，有些惊讶。站住！你怎么绑我们队上的人？这是我媳妇儿，不要多管闲事。你说是就是，让赵南帝自己说。我不是他媳妇，放开我！怎么，你家手收了我100斤粮食就想翻脸不认人？男人生气地说道。悠悠，怎么办？小哥，你去抓住那个男人，让赵南帝先走，其他的事情交给爷爷，爷爷会给他做主的。赵立武听到妹妹的话后，上前去按住男人，对着赵南帝说道：“你回去找爷爷吧。谢谢你。谁拿你的粮食，你就去找谁。”赵悠悠走上前，丢下这句话，就带着他小哥回家。前院，刘招娣在堂屋里闹：“都分家了，还好意思关我家的事情？不就是想着分粮食吗？老不喜的！”丽金他娘，你住嘴！你说谁是老不喜的？当家的，你就这么看着你弟弟打我啊？你们家要是不愿意，就赶紧把粮食还给我。愿意，愿意。刘招娣脸上堆着笑，对男人说道：“该死的臭丫头，还不赶紧出来跟你男人走！”二丫头，爷爷已经给你打听到，这男人父母早逝，靠着吃百家饭长大的，人还是个心善的，你就跟他走吧。如果不走，爷爷以后也护不住你了。爷爷，我愿意跟他走。赵南帝也知道是最好的办法，只能答应跟着他走了。今年的雪比往年的少很多，都说瑞雪兆丰年。兄妹3人走到山脚下后，就看到一个陌生人偷偷摸摸的从山上下来，一路往公社的方向走去。大哥，那个人是公社上的李二狗。李二狗来鹿鸣山做什么？他刚下来，肯定还有痕迹，咱们上去看看。小五，你去盯着李二狗有没有回到家。赵立武说完就向着公社的方向跑起来。赵悠悠看着他小哥的速度，觉得他就是当特种兵的料子。小哥以后不当特种兵说不过去，爹也是这样想的。赵悠悠和赵立文2人在山脚下等着，远远的就看到赵立武在雪地里快步走。李二狗回家了，没出来，我在他们家外面等了好一会才离开。就这样，兄妹3人就沿着李二狗留下来的痕迹上山。赵立文和赵悠悠观察了好久，发现古树下有遮掩的痕迹，开始轻轻的挖，然后一个木箱子出现在眼前。要开吗？箱子标记是李荣记，以前公社上的李大地主家就有一家李荣记的粮铺，就是现在公社粮站。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赵立武听到后打开箱子，瞬间里面的黄金就闪瞎3人的眼睛。小五，去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赵立武在周围跑一圈检查，回来后对着大哥摇摇头，没人。 3人又是沉默一会。赵立文看着有些愣住的弟弟妹妹，看什么？这是我们捡到的，把坑填上。陈秀和看到3个孩子回到家说道：“中午做腊肉菇子汤给你们吃。”娘，你看看这个。陈秀和把箱子打开，屋子里瞬间被金光笼罩。他惊讶地看向大儿子：“哪里来的？”赵立文把他们看到李二狗开始，后面在山上挖到黄金的事情经过，如实地告诉他娘：“这是以前的李大地主家的标志，当时斗地主的时候清算财产，300多只小黄鱼不翼而飞，事情闹得很大。第一批去李大地主家打杂的人都被排查监视了好多天。”那这些小黄鱼咱们能拿吗？可以，山上的东西谁有本事找到就是谁的，要是东西在别人家里就不行。好耶，这些娘给你们收好，等你们长大就平分给你们仨。听娘的。这边于佳佳知道刘招娣学她在屋子里种菜，还把这事情告诉了娘家，就和刘招娣吵起来了。你偷偷学我们家的就算了，还告诉你娘家人一起去抢行情，还要不要脸了？红旗公社只能你们家去试吧，我凭本事知道的办法，凭本事种出来的蔬菜，凭本事换的粮食。娘，咱们把这个法子告诉八爷爷吧，让队上的人趁现在多出去换粮食，到时候咱们家就不显眼了。还是去说一声吧，2月也还没有化冻，就算是换不了粮食，自己留着吃也是可以的。陈秀和说完就直接出门了。早应该想到的。别烦恼了，开春了，咱们去山上撒种子。是要去的。大队长听到陈秀和的话后，立刻激动地站起身子。广叔家的，不管成不成，都感谢你能说出来。八叔，那我先回去了。好的。赵广博回到家就开始埋怨媳妇。你说说你呀，让你不要和娘家人说，你偏偏说；让你不要去红旗公社换粮食，你和你娘家人扎堆的去。老四这边直接把办法告诉大队长，
这下人更加多了。我怎么知道他们会这么狠？刘招娣也没有想到四房会这么狠，居然来这样的一招，一时间也有些后悔。除夕的前一天，二房的人才回到复兴大队。二嫂，市里怎么样了？粮食限量购买，有钱有票都不一定能吃饱。队上的人也都是3分饱5分饱的，今年的血也不多。孩子他娘，把家里的钱都给我，咱们能买多少买多少，买贵我也认了，钱以后还可以攒。行吧。到了初二，陈秀和背上背篓，带着3个孩子回光明大队的娘家。姐，你怎么还带粮食来？快拿回去。收下吧，这是在3毛钱的时候买的，你要是过意不去，折成钱给我好了。真的，家里还够吃吗？够吃的，我买了这个数。陈满仓震惊姐姐的远见和大手笔，最后10斤大米和10斤白面，钱力给了10块钱。不用那么多，给6块就好。姐，现在都1块钱1斤，我占个便宜，5毛钱1斤。满仓，把粮食葬好，在你们的屋子里挖坑葬，还要分开葬。放心吧，姐，改天我给你送一个我做的榫卯锁柜子。要是家里没有吃的，要记得告诉我，有你姐夫在呢。知道了。二房这边把家里大部分的钱都换成粮食，只剩下50块钱应急。孩他爹，这些粮食都搬回市里。不，留400斤在家里。芝芝，去你三婶家借小锄头，分开埋在屋子和厨房。好的，爹。吃过早饭，赵立明就背着背篓找赵立文兄妹3人一起上山。现在山上没什么吃的，只有一些下雪天长的菇子，那就去摘菇子。立文哥，去吧。中午记得早点回来。4人来到山上的树林，发现有人也在找菇子，几人打过招呼，就开始个找个的。还是咱们大队好，还能挖到菇子。立文哥，我们能天天来吗？你要是有力气又不嫌冷的话就可以。可以的，我能天天出来。等明天再说吧。 4人采了3背篓的菇子，赶在中午前下山回家。路过冬小麦的地里时，看到大队长在地里蹲着。大爷爷，哎，你们几个娃娃去挖菇子啊，真是勤快。嘿嘿，大爷爷，今年还会干旱吗？估计还是会缺水。雪融化后是不是就变成水了？赵悠悠眨巴着大眼睛看着大队长，大队长猛地看向赵悠悠，他们大队可以提前把水存好。确实。赵立明看着大队长着急忙慌地离开，疑惑道：八爷爷这是怎么了？去想办法收集雪去了。大部队里大家都在饿着肚子听大队长的说话。各位，今年继续干旱的概率很大，咱们不能等着老天爷可怜咱们，咱们要自救。怎么自救？就是融雪化水，把雪水存起来，等庄稼需要水的时候，咱们就用雪水浇灌。那得需要多少雪啊？存雪的地方呢？收集雪难，还是饿着肚子难受？存雪的地方就把大队上的荒地挖了，用粘土糊上做成水窖。大队长也知道难，可是再难都没有挨饿难。投票吧，你们想饿肚子还是收集雪？很快大家就都做出了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冻土再难挖也好过挨饿。很好，从明天起，男劳力就去开垦荒地，女劳力就去把大队的雪收集，挑到荒地附近。大队长，那开工嘛，食堂是不是也？食堂里的粮食是留到夏收的时候用的，夏收要是不想吃了饭干活，就现在吃了。陈秀和回到家后，把队上明天就要开工的事情告诉3个孩子。赵悠悠想到他娘要提早开工，有一瞬间后悔说出融雪化水的方法。娘，其实这个办法是咱们悠悠想出来和八爷爷说的。是真的吗？哦，这么说，这个方法还是我们家悠悠提出来的。你可真是队上的福娃娃。兄妹3人背上背篓就往山上走去。开春后，山上的小孩子多了起来，都是上山捡柴和挖野菜。远远的就看到赵宝贝和赵佳宁在打架，赵立新也在和一个男孩子打。你们欺负我，我要去告诉我娘。赵佳宁哇的一声，哭着往山下跑。佳宁，慢点！赵嘉欣也跟着妹妹下山。你们怎么打起来了？哼，我和宝珠在这里挖野菜，恰好看到树上有鸟窝，我爬树上去拿，结果赵佳宁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直接抢走宝珠手上的鸟蛋就跑，被宝珠一把扑倒后，我们就打起来了。宝珠很厉害，都会抓坏蛋了。嘿嘿，就是可惜了，好不容易找到的鸟蛋，别心疼了，我们再重新找找。5人一边在山上挖野菜，一边蹲飞鸟。过了好一会，才有一只鸟飞进深山。大哥，咱们能上去吗？不行，要是被娘知道，咱们以后就别想上山了。没事的，咱们换个地方再找找。 5人穿过树林，赵立武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
这是野鸡蛋吗？是野鸡蛋，看看有多少个。赵立武把脚下的鸡蛋窝找出来，数了数，一共7个蛋。这儿有野鸡蛋，说不定能炖到野鸡，咱们躲起来。这儿有野鸡蛋，说不定能炖到野鸡，咱们躲起来。咱们听悠悠的。几人听到后，开始找地方隐藏起来。半小时的蹲守，还是没有野鸡的踪影。他们打算放弃的时候，听到野鸡的咕咕声。悠悠，野鸡终于要出现了。很快，一只野鸡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确定只有一只野鸡后，赵悠悠让他小哥先上。野鸡被打中后，他飞快地窜出去。哇，小哥太棒了，好瘦啊，估计没有2斤。看来山里的动物也缺吃的。太阳快落山了，咱们回去吧。我和宝珠分野鸡蛋就好。那好，下次我们再一起来蹲。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家门口就是两方人马的对峙。赵佳宁的娘琉璃花在和陈秀和掰扯。小文，过来说说下午山上的事情。我们山上的时候，看到赵佳宁和宝珠打在一起，赵嘉兴和立兴打在一起。我们过去拉架后，赵佳宁和赵嘉兴就跑了。陈秀和一听，哪里不知道琉璃花是不敢找大队长家的麻烦，只能来找自己的晦气。他是这么好欺负的吗？欺软怕硬的怂蛋，打输了还敢找上门，脸呢？是你们以多欺少，看给我家佳宁打了，脸上都挠出血印了，你们家得赔。赵佳宁，你说说你脸上的挠痕是谁挠的？陈秀和也不管琉璃花的狡辩，直接看向着赵佳宁。是赵悠悠挠的。天降黑锅的赵悠悠一脸惊讶。我什么时候挠你的？我只是拉住你不要去打宝珠而已。佳宁说是你挠的就是你挠的，不是你挠的还是他自己挠的是吧？琉璃花这样说就是想要粮食，他们家没有买多少高价粮。你说是我家悠悠挠的就是啊，你有证据吗？这还需要什么证据？佳宁的脸就是证据。我家悠悠爱干净，手指甲都剪得短短的，哪里有本事挠破赵佳宁的脸？切，你们别想狡辩。那我们报公安吧，相信公安不会冤枉一个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军属。琉璃花后退一步，他也害怕闹到公安那边，想到赵广叔在部队里面当军官，一时间有些后悔。就在两方人马僵持的时候，陈秀梅带着儿子和女儿来到现场。赵佳宁脸上的挠印是我抓的，他也挠了我脖子。赵佳宁抢我找到的鸟蛋，他活该。赵佳宁喜欢抢别人的东西，又不是1次2次了。人群里有人开口道，琉璃花恼怒地瞪向人群，试图找出刚才说话的人，可惜人群并没有人表情异常，只能灰溜溜地带着女儿离开。等一下，怎么这就想走了？怎么平白无故的来我家闹，诬陷我家悠悠就不用道歉的吗？还是要让公安来请你们道歉？小五，去公社派出所，让他们过来为军属主持公道。别，我让他道歉。佳宁，快道歉。对不起，说话大声些，我听不见。对不起。行，我收到了。琉璃花牵着女儿的手离开，又被陈秀梅拦住。怎么打碎我儿子辛苦找到的鸟蛋，不用赔了是吧？上次还抢我女儿的糖丢到河里，那时候我不计较，现在不行，好不容易找到点吃的。你有证据吗？呢？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打起来了，地上确实有鸟蛋碎的痕迹。听到没有？你们没有人证，就凭他们打架也说明不了什么。谁不知道你家赵佳宁喜欢抢别人的东西？你问问队上的女娃哪个没有被你家的坏种抢过？你说谁是坏种？谁抢东西谁就是坏种。小时候抢东西，长大了不知道到要抢什么了。最后大队长和会计赶来制止。都是吃饱有力气是吧？有这会子力气都去地里对着庄稼试试。大队长的一句话把看热闹的人打回现实，众人纷纷离开。最后大队会计赵天白赔3颗水果糖给赵宝珠，事情才落下。好好教教闺女，你也不想要一个会抢东西的儿媳妇吧？会计瞬间脸红，平时他要教训女儿的时候，媳妇都拦着，看来这次不能轻轻放下。我会好好教育佳宁的。会计家里，赵天白也在教训女儿。琉璃花想要阻拦，就被丈夫呵斥。你看看哪家的女娃像咱们家佳宁一样欺负人？我只是个大队的会计，不是大队长，也不是公社主任。佳宁又没干什么坏事，抢东西是小孩子打闹，小孩子谁不都是打打闹闹的？抢东西还不是坏事，那要抢什么才是坏事？琉璃花没有说话，意思很明确，她不觉得自家女儿有什么错。大队长已经敲打我了，队上能做会计的人不止我一个。琉璃花一听立刻慌了。5月，复兴大队开始下收，食堂又正式开始运行，地里的收成还是没有去年的高，不过好歹也是有收成的。忙碌半个月，粮食都收入库房之后，大队长连忙向公社去汇报产量，就等着交公粮分粮食。什么要加重税粮？
粮食本来就不够吃，还加重税粮，还让不让人活了？公社主任没有办法，只能把其他县的灾情说出来。县里面希望咱们公社能多交2成，支援一下其他公社，多交的粮食折成钱。主任，我们公社提供的方法，谁让他们不囤血的？会议上只能发牢骚，文件已经下来，不交也得交。就这样，大队长带着坏消息回到复兴大队。悠悠，过来。大爷爷，怎么了？悠悠，你看这天什么时候会下雨？不知道，我最近没有梦到下雨。那你看，队上的粮食不够吃，哪里还能找得到粮食？山上有吃的哦。赵悠悠指了指山上，鹿鸣山没有被破坏的太厉害，山上的东西加上过年的时候囤的高价粮，够队里的人挨一段时间。他还在深山里撒了些种子。大爷爷，我们家的水井又下降了，我娘说过些天可能不会出水了。什么？我去看看。大队长闻言，立马要去赵悠悠家看水井。来到了赵悠悠家的水井旁，大队长看了，果然超过20米不见水。大爷爷，我们是不是应该囤喝的水了？是该囤喝的水了，庄稼的水可能没有办法，人喝的水还是要囤一囤。老叔家的旺财是狼狗，狼狗是狼和狗生的。二嫂来了，是有什么事吗？市里得粮站和供销社的粮食都是限量卖，去的晚了就买不到。我们家还被偷了3斤玉米面，好在孩子他爹把粮食分开藏，否则13斤玉米面就都被一锅端了。市里这么严重去了？陈秀和一脸不可置信。被偷的人家很多，我这次回来就是悄悄的回来拿粮食，再悄悄的回市里。刚才在路上摸黑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二嫂，你还没吃饭吧？家里还剩2个馒头。陈秀和把餐桌上的2个馒头放在钱春芬面前，钱春芬的肚子瞬间咕咕叫。那等会我用玉米面还给你们。2个馒头也值得你还，吃了就是了。市里为了多吃上一个窝窝，连亲兄弟都能翻脸。这天，赵悠悠在家里待着无聊，赵立武就带着妹妹上山捡柴。小哥，你吃过蚯蚓干吗？蚯蚓怎么能吃呢？小哥，虫子也是可以吃的。2人往山脚走，远远的就看到民兵队抬着2副担架下来。兄妹俩赶紧让路，2副担架下来后，后面的人手里提着2匹已经死掉的狼。山上怎么还有狗子啊？小哥，那是2匹狼。原来这就是狼啊，怎么和老叔家的旺财一样？老叔家的旺财是狼狗，狼狗是狼和狗生的。对，小哥，咱们不去山上，去高大夫家看狼吧。行，走吧。兄妹俩才来到高大夫家门外，就被里面的惨叫声吓了一跳。这时，屋子里面就传来大队长的问话声。刚开始我们是在找野猪的，后面找了很久没找到，误入狼群的领地就开始被追杀。这些狼估计饿狠了，连子弹和火把都不怕，把我们围了一晚上。早上的时候，狼群离开我们就开始撤退，没想着这帮畜生居然耍心机，杀了各回马枪。兄弟们没有防备，就被抓伤了2个。好在队长击毙了头狼，狼群才撤退。狼群在哪个方向？就凉粉果林的西北方向，一直往上走，大概半个小时就是狼群所在地盘。你们2个娃娃偷听什么？赵白正带着人和5匹死狼站在赵悠悠和赵立武的身后。白正叔，我们是来看狼的。对，来看狼的。狼在院子里。赵立武拉着妹妹的手，一起走到狼的尸体边。赵立武蹲下来观察，和老叔家的旺财长得可真像，真的是越看越像。哦，确实很像，估计和旺财有点亲戚关系。老叔，旺财呢？旺财去山里找吃的了。悠悠，狼肉可以吃吗？可以吧，不然带回来做什么？兄妹2人看完热闹就回家。路上遇到带着弟弟的赵薇薇，经过4年的洗礼，赵薇薇和刚回来的时候简直就是2个样子。大房的屋子里，刘招娣和赵丽晶正在密谋。丽晶，你说真的？我看到的，有人从二叔家背出1袋粮食，开始以为是小偷，后来发现是2婶。之前你怎么不说？那时候家里不是还有粮食吗？粮，咱们什么时候去拿？这是要等你爹睡着的时候做，要是给他知道，2房的粮食就拿不到了。没想到2人的对话被蹲在前院玩的赵丽宁听到了。赵丽宁回到自家屋子，娘，二伯家有粮食。你怎么知道的？大伯母和大堂哥说的。于佳佳闻言，心里对大房的无耻又刷新一个界限，连亲叔叔的粮食都偷。本来她不想管的，不过能让刘招娣倒霉的事情，她很乐意看到。于是她把事情告诉丈夫和3嫂。娘，
大房太不要脸了，咱们教训一下他们吧。是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了。赵丽文眼珠子一转，想到一个办法，凑到他娘的耳边说出来。赵悠悠和赵丽武也把耳朵贴过去一起听，果然是个好办法。这黑色的布料家里有现成的，白色的布料家里也没有啊。黑纸白纸这些可以吗？为了吓唬大房，做2身衣服有些亏了。白纸好找，黑纸不容易弄到吧？娘，把白纸涂黑，不就是黑纸了吗？家里还有写对联的墨水吧？还有，就这么干，最好能把赵丽晶那个狗崽子吓傻。这天晚上，趁着月亮光明亮，刘招娣和赵丽晶把二房的厨房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一粒粮食，准备去找锁的严实的屋子。丽晶，你是不是记错了？刘招娣喘着粗气，黑暗中声音有些颤抖，她总觉得有人在背后看着她，做了亏心事，心里还是会慌的。突然，有一道白影闪过，把刘招娣吓了一跳。丽晶，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没有啊，娘，什么东西？咱们还是继续找粮食吧。赵丽晶在厨房没有找到粮食，正想办法开屋子的锁，又是一道白影飘过，刘招娣大叫一声后，直接翻了个白眼，晕倒在地上。娘，你怎么了？赵丽晶抬头一看，给啊！赵丽晶尖叫一声，快速跑了出去，连地上的老娘都不管了。大哥，刘招娣怎么办？把白灯笼放在刘招娣身上，吓唬吓唬她。怎么样？刘招娣被吓晕吓尿，躺在院子里，我把白灯笼让她抱着。赵丽晶被吓跑了，就这样放在院子里，不会出什么事吧？应该不会，现在是夏天，她晚上最多是被冷醒。第二天早上，赵悠悠早早就醒了。小哥，刘招娣怎么样了？人已经走了，醒来就神经兮兮的在二伯家的院子乱窜，是爷爷给他开的门。那爷爷知道他们出现在二房，是要去偷粮食的吗？估计知道，爷爷把大房的人教训了好一会。停课1周后，赵悠悠和赵丽武在周一的早上还是要去公社小学看看学校有没有复课。脖子爷爷今天不上课吗？守小学的脖子爷爷一脸虚弱的躺在守卫室里，饿得没有力气说话，只是摇了摇头，让赵丽武回家。赵丽武看着脖子爷爷虚弱的样子，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窝窝头扔给脖子爷爷就跑开。小哥，你给脖子爷爷一个窝窝头，在这个时候能顶上2天呢。脖子爷爷是老兵，战乱的时候家里的媳妇孩子都被鬼子杀了，抗战胜利后就回到公社，到现在一直都是孤身一人。小哥，咱们去公社报告一下吧。公社会管吗？赵悠悠想了想，去了公社，再去派出所。行。公社的办公院子里一片寂静，两人找了3个办公室，才找到有人在的一间，敲了敲门。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是来报告一个老兵的事情，他快要饿死了。张办事员听到老兵2个字后，眼睛眯了一下，随即又叹了一口气。公社的食堂早就没有粮食，我就算是有心也无力啊。那你们要记得去给英雄收尸吧。说完就拉着他小哥离开。张办事员听到后，不知道是被老兵2个字触动的，还是被收尸2个字刺激，起身往公社主任的办公室报告。赵悠悠和赵丽武躲在一旁，看到办事员去到隔壁的办公室，转身继续往派出所走去。你们这2个娃娃来派出所做什么？我们是来报案的。公社小学的脖子爷爷好像没有动静，可能饿死了。脖子爷爷以前是打过鬼子的老兵。张所长听到后起身要往公社小学看看，提上一个袋子离开。回去的路上，赵丽武特别兴奋。悠悠，咱们每周一都去学校看吗？去的，学校不开门咱们就回家。赵悠悠知道他小哥在想什么，一个星期送一个窝窝头或者一个白面馒头，并不会暴露他们家什么，却能给脖子爷爷一点希望。回到复兴大队，看到一队人正在往山脚下走，兄妹2人好奇地跟上去看，在人群里找到他们的娘。娘，你也要去？小五带着妹妹在家里，娘中午就回来。小哥，你回去看家吧，我和娘一起上山。娘，我也想去。那你跟在我后面，不许乱跑。知道的。不行，悠悠能去，我也要去。那行吧。走着走着，母子女3人到山上后，陈秀和找到一个没有人的位置，开始挖野菜。娘，这个是什么？我看看。陈秀和走到小女儿身边，这好像是笋木，也叫刺老芽，可吃吗？当然可以，娘小时候吃过。那咱们把刺老芽摘了。小溪附近的树林都被3人摸了个遍，又找到4片小木耳群。陈秀梅远远的就看到堂妹在这边，等了好久也不见他们移动，只好带着儿子女儿过来。秀禾，你们找什么呢？四姨，我们在找木耳。木耳，
这天不下雨也有木耳吗？这里原本是流向臭水塘的小溪，附近有腐烂的木头，就长了一些。秀禾，你看看，这个是我们摘的玉米。你哪里来的玉米？宝珠乱窜的时候发现的。有10来株呢，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不过担心下次去没有，索性一把摘了。那等8月底，咱们再去找找看。到时候再往里面找找。这天，赵悠悠和赵立武来到公社小学门口，学校依旧没有复课，不过脖子爷爷没有上周看到的时候那么虚弱。赵悠悠留下一个馒头就离开，脖子爷爷把他们叫住。脖子爷爷，有什么事？这个给你们。脖子爷爷拿出2条小黄鱼递给赵悠悠和赵立武一人一只。这是我前几年斗地主的时候分到的，我姥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就给你们吧。脖子爷爷，你有小黄鱼，为什么不去买粮食？我当时不想买，现在买不到了。脖子爷爷不知道怎么和2个娃娃说自己不想活了的话，是赵立武的一个窝窝头让他又想活下去，等失踪的小儿子回家。你们家有多的粮食可以给我送点，这2条小黄鱼就当是我用来买粮食的钱，要是没有的话就不用送了。我留着小黄鱼也没有用。那每周一我们都来学校一次2个窝窝头或者1个大白馒头。爷爷就谢谢你们2个娃娃了。不客气的，脖子爷爷。就这样，得到2条小黄鱼的兄妹俩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他们娘。陈秀禾看着手里的小黄鱼，没想到他的孩子还能招金子。娘，给放在自己的小金库里面保存吧。娘，脖子爷爷之前为什么不想买粮食？估计是等太久，不想等了。陈秀禾把脖子爷爷的事情告诉2人。原来脖子爷爷之前参加抗战，留下媳妇和2个儿子在家，结果等他回家的时候，发现媳妇和大儿子已经洗在家里，10岁的小儿子也不见踪影。抗战结束后找了很多年都找不到，最后回到公社继续等。又是一天集体上山的日子，赵悠悠跟在他娘的身后，发现几个陌生的面孔。娘，这些人是咱们大队的吗？都是刚嫁进来的新媳妇儿。彩礼是粮食吗？估计现在给粮食做彩礼，再过不久就是免费送媳妇了。陈秀禾想到了42年的时候，嫁女儿能给口饭吃，女方父母都直接把女儿送到夫家。娘，咱们大队会不会有逃荒的人过来？不知道，咱们要尽量多找一些吃的囤起来，明年不知道还会不会继续干旱。要是不下雨，今年的秋收估计也没有多少粮食分。陈秀禾说完，就把斜挎的水壶拿出来递给小女儿。喝吧。赵悠悠接过，隔空喝了2口，正准备盖上盖子，就听到有人出声讨水喝。妹子，能不能给我喝一口？说话的人是新媳妇廖水水，她嫁的男人叫赵丽芳，和赵悠悠是同辈。赵悠悠不喜欢和别人共用一个水壶，家里的人她能忍受，外人不行。你有杯子吗？廖水水一愣，那我不喝了。赵悠悠还没来得及说让他找一张树叶圈起来当杯子，就被一声尖锐的声音插进来。哟，都是一个大队的，喝口水都舍不得。水是我的，我想给谁就给谁。喝你一点水怎么了？看你把水壶金贵的样子，谁稀罕？谁家没有才稀罕。你去找一张大叶子过来，卷成杯子。廖水水张了张嘴，随即反应过来，连忙摘下一片叶子卷成杯子递过来。廖水水喝完后，朝着赵悠悠道谢：“谢谢妹子，我男人叫赵丽芳，我是和大嫂一起出来的，一转眼大嫂就不见了，水壶在她背篓里。没关系，继续走吧。刚才的人叫李凤娇，娘家也是公社上的，她比较凶。没事，他凶我更加凶。